我只是在看重托闪现进场时，随口说了句自己也想当重托，谁知一觉醒来，竟发现自己真的变成了狗，并且还是非常适合重托的大型犬。本以为自己可以在佩奇身上大展身手，不料主人却说我属于杂交实验失败产物，竟要将我当作肉狗卖掉。就在两人交接时，我瞅准机会撒腿就跑，一头钻进了旁边的一片玉米地。可刚一进玉米地，就看到一群佩奇在霍霍农作物。幸好大佩奇都是没有獠牙的母猪，看到这想尝尝肉味的我，决定试一试。下一秒我就朝着佩奇群冲去，不曾想那几头大佩奇看到我冲过来，根本没当回事，只是抬头盯着我。嘿，真不把我当回事啊！见此，我冲着他们吼叫，想着给他们制造点慌乱。谁知一头大佩奇突然对着我冲撞过来，这么大一个家伙，被他撞一下怕是很疼哟。想到这儿，我转身就跑，本以为已经将他甩掉，可回头一看，却发现他都已经追到屁股后面。于是我急忙一个转弯，顺着农田跑，紧接着直线加速才拉开一点距离。他追了大概100多米左右就放弃了，但是他放弃了，我可没放弃。一想到今天必须要尝尝肉味，转眼我又跟了回去。他转头又朝我冲了过来，但这次我学聪明了，一开始带着他转弯，然后等到了梯田边缘，就故意放慢速度，眼看他一低头就能拱到我屁股时，下一秒我猛地发力跳了起来。他直接一个冲撞冲下了梯田，可我却没去管下面摔懵的佩奇，而是朝着刚刚那佩奇群的方向跑去，竟发现那群佩奇还在原地没动过，这能惯着他们吗？随即我一边吼叫一边冲了过去，不料3头大佩奇竟站成一排，面向我保护着身后的小佩奇，因此我只能绕着他们转圈，寻找着破绽。可小佩奇很警觉，始终躲在大佩奇身后，竟然一丝破绽都没露给我。就在这时，我一个反向掉头转圈，猛地靠近，吓得大佩奇连忙转身防御，却不料直接将一只小佩奇撞了出来。一瞬间我就朝着他扑去，就在我要咬到小佩奇时，谁知一头大佩奇突然猛地掉头，把他拱飞，紧接着迎面朝着我撞了。我吓得赶紧转向逃跑，一追一逃进了玉米地。就在我全力加速拉开一点距离后，突然转弯躲到别的行列，迅速趴下。只见佩奇轰隆隆的继续朝着前面冲去。见他跑远，我转身又回到佩奇群。这次回去，剩下的2头大佩奇终于知道怕了，竟然直接丢下小佩奇，扭头就跑。而我就盯着一头小佩奇，不紧不慢地跟着。不料他看我越来越近，竟掉头试图反抗。我二话不说就把他按倒在地，一瞬间就咬在他脖子上，直接拖着他往洞里走去。我看着嘴边的小佩奇，不禁感叹，真不容易啊！不过这么大一头佩奇，够吃好几天的了。就这样，我开发出了捕猎能力。时间一晃而过，一个冬天就过去了。在这期间，我不仅利用爪子挖洞藏了很多土豆和地瓜，甚至偶尔捕猎到佩奇和兔子熬过了冬天。由于在野外生存了这么久，使得我已经是一个优秀的猎手。长期的狩猎锻炼下来，让我嗅觉好、速度快、耐力强。本以为不需要依靠人类生存，谁知因为体型的迅速增长，导致原本脖子上的项圈太小，累得我喘息都不顺畅。更难受的是耳朵上长了蜱虫，痒得我抓心挠肝的。看样子必须要找个人类帮忙了，不然再这样下去，早晚被项圈勒死。但我又很纠结，怕被人类拴起来，失去自由，怕再次被送进狗肉馆。就在我纠结时，突然被佩奇的嚎叫声惊醒。我迅速站起身来，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，竟看到至少10条狗咬住一头佩奇。我有点纳闷，怎么回事？有的狗身上怎么还穿着衣服？但转念一想，这好像是人类狩猎用的猎犬，有猎犬就会有人，这会是能帮助我的人类吗？算了，死就死吧，现在整天活受罪也太难受了。于是我便朝着猎犬方向靠近，可靠近了我才看清，那群猎犬穿的竟然不是衣服，而是护甲，并且每一只狗脖子上都带着一个有天线的项圈，看样子像是定位器。我以为我的靠近会引起猎犬的敌意，没想到几个穿护甲的根本不搭理我，只顾着控制佩奇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一个人正在往山上爬，头上天空中还有一架无人机在嗡嗡作响。紧接着，这人拎着一把短刀来到猎狗群中，直接一刀插进佩奇的肋下。给佩奇放完血后，他便拿起对讲机说了句：“老八，拿下了。”对讲机那边也传来一中年男子的声音：“好的，兵哥，快天亮了，把佩奇拖回来吧。”兵哥一脸惆怅地放下对讲机，3个山头，这咋往回拖？自言自语完，便抬头看四周地形，谁知看到我时，竟吓得不敢动弹。我去，哪来这么大一条狗？我见他吓得愣在原地，一阵无语。算了，装得像一条狗吧，先把脖子上的项圈拿掉再说。想到这，我就趴在地上表示顺从，更是摇晃着尾巴表示友好。兵哥拿起对讲机说话：“老八，狗群里多一条狗，好大一条狗，多了一条狗咋可能嘛？以前都是丢狗的。”我看他还没放下戒心，于是就趴在地上匍匐前进，就连尾巴也摇得更加欢快。兵哥直接懵了：“你这啥意思啊？第一次见面的狗怎么表现得这么顺从？”不一会儿我就爬到了兵哥脚下，紧接着有些难为情地倒在地上，缩起爪子亮出肚皮。兵哥常年训狗，
当然明白什么意思，随即蹲下试探着要伸手。我连忙用前爪按在自己嘴巴上，表示绝不咬人。兵哥瞬间看明白了，哎呀，这狗哪来的训得好啊？这是从谁家里跑出来的狗？好狗好狗，真乖！兵哥直接乐了。玩狗这些年净丢狗了，这次上山抓猪不仅捡了一条狗，而且这狗看着还很聪明，何况捡到狗是好运气。下一秒他就准备用刀割下来一段绳子拴在我的项圈上，谁知这一上手才发现项圈紧得不行。我的妈呀，咋这么紧？这不把狗勒死了吗？兵哥急忙把项圈打开，将绳子暂时套在我脖子上，一瞬间我的呼吸终于通畅起来。我站起身来长舒一口气，舒服了。兵哥开心地摸着我的脑袋，紧接着用绳子拴住佩奇的前腿，然后扯着绳子往回拖佩奇。虽然这佩奇不算太大，没有200斤的样子，但兵哥一个人往山上拖也很吃力，并且其他狗子还围在他身边蹦跳，不但不帮忙，还有馋鬼上去咬2口。我一看这我得表现啊，我可不想跟猎犬一个待遇。虽然干猎犬的活可以，但是我想要宠物犬的待遇。然而想要宠物犬的待遇，就得得到人类的喜欢。可我本身长得并不好看，那么就只能展现我的聪明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咬着拖猪的绳子，用力拉着跟兵哥一起拖。兵哥惊讶的不得了，哎呀，你还知道帮干活？只因护农队成立4年，虽然打了1000多头佩奇，但是没见一个狗帮忙拖猪的，于是越看我越开心，接着拍拍我的脑袋，好狗好狗，不用你帮忙。但我不管，继续帮忙。一人一狗翻过了2道山岭，终于来到路旁汽车边。汽车摇摇晃晃开了许久，才到一个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场地。一进院子，兵哥就去给狗子们弄吃的。其他狗子虽然已经关到了围栏里，但都跑到离灶台最近的地方等开饭。谁知其中一条棕红色的狗扒着围栏站了起来，紧接着发出一阵阵难听的嚎叫。这狗叫得很特别，不是汪汪叫，也不是狼嚎，倒是像驴叫，差点没把我整笑了。等兵哥端着食物走上来，狗子们直接就疯抢起来，而我却在旁边一动不动。兵哥见此笑道：“你倒是不着急吃。”随后在锅里捞出一些玉米面递给了我，并且在我身上用力捏了2下。不但不瘦，还满身肌肉，你这生活过得不错。我习惯性的摇头，连续摇了几下。兵哥发现异常，突然他捏着我的耳朵查看一眼，就看到了吃得圆鼓鼓的蛆虫。不一会儿，兵哥几下就把蜱虫拿掉了。第2个问题终于解决了，我太开心了。这下我暂时不想走了，毕竟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山上生病了，那就只能等死。现在跟着他俩，顶多也就是上山抓抓佩奇。想到这，我就舒服地躺在地上睡了起来。兵哥喃喃一声：“你还真当自己家了。”第2天一睁眼，就看见兵哥蹲在我面前吃肉包子。下一秒，我坐起身来，将不锈钢盆扒拉到兵哥脚下。兵哥一脸惊讶地朝后喊道：“老八，这狗管我要吃的！”老八也跑过来蹲在地上，谁知我又把盆子扒拉到他脚下。好狗，真是好狗。老八不善言辞，一个劲的夸奖。然而你不给我，我也不抢，就把盆子哗啦的哗啦啦响，然后低着头一脸委屈的样子。兵哥笑得不行了，竟直接用手递给了我，我一口就咬上包子，真香。不料其他狗子看见了也想要，但他们不会别的，只会上来摇尾巴。兵哥直接将他们都推走了，然后2人就蹲在我面前讨论，越讨论越高兴。这狗真聪明，原主人也训得好，我感觉这狗在山上得3、4个月了，不然项圈不能那么紧。能吗？它吃啥活下来的？老八，你看这狗身上肌肉多紧实。是啊，肌肉紧实不缺营养，应该是在山上打猎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刚吃完了兵哥的包子，就瞪眼盯着老八。可老八这家伙面瘫，脸也不笑一下。算了，卖个萌吧，毕竟是要人家的口粮。想到这，我坐了起来，直起身体，前爪离地并拢在一起，冲着老八拜谢。他还会谢谢？老八一高兴给了我2个包子。兵哥笑道：“这狗身上有寄生虫，我带它去打疫苗驱虫。”2人就那么把狗场扔下了，外面还有几个狗子在游荡。不一会儿洗完澡后，又给我打狂犬疫苗，吃驱虫药。吹干了毛发后，不仅自己都觉得帅，就连兵哥和老八也是对着我一顿拍照，然后各自发给朋友群里炫耀。哈哈，看看哥们儿运气怎么样？昨晚在山上捡条狗。不行，这狗太大，看着都有100斤了，上山根本跑不动。对，这狗品种不纯，还上不了山，就是吃肉的货。这话一出，本来看热闹的老爸不干了。不懂就闭嘴。这狗是宠物狗跑山上的，自己能在山上长成这样，怎么可能不会打猎？当个宠物狗还行，这狗这么大吃穷你。你看着，我这狗要是能上山抓猪，你输啥？它要是能抓猪，我把我的灰狼给你；它要是不能，那狗场的狗你随便挑。好，我给你们见证。收了手机，兵哥生气道：“这帮玩意儿真没见识。”然后又蹲在我面前问：“你不能让我输吧？”我点头：“
哈哈，这是赢还是输啊？我一个劲的点头，可老八却无语道：“你还真信他能听懂啊？他看你表情，才一个劲儿点头的。”回到家里，兵哥牵着我进入围栏，打开一个笼子就让我进去。然而我可不喜欢在这里待着，下一秒我就扯着绳子往围栏外走。兵哥拗不过，我看你要上哪？不一会儿，我带着他来到平房外，一抬爪子就扒拉到了门把手，再一把打开门就进去了。兵哥两眼放光，嘿，真是个宠物狗啊，还会开门。就这样，我得到了进屋的权利。然而我回头一看，却发现兵哥面前立着一个手机支架，正在直播。这还是个网络主播啊！于是我没直接上床，而是直接坐在他脚边，立起身体探头看手机。紧接着，直播间观众眼里出现一个硕大的狗头。我去，这狗哪儿来的？怎么这么大？兵哥止不住的大笑。要说这狗可老有意思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狗老聪明了，还亲人都不是我抓来的，它是主动跟我回来的，昨晚还帮我拖猪了。谁知弹幕出现一句话：“你看我像不像傻子？”这我忽悠你干啥？真是贱的，这狗老聪明了，让干啥干啥，你们看着。说罢，兵哥起身拿着手机屏幕对准我开始下令。不过任何指令我都能毫不犹豫地执行。不一会儿表演完后，兵哥便向观众问道：“对了，这狗还没名字，我跟老八也不会起名字，大家伙谁有好名字？叫来福。”兵哥眼睛一亮，来福这个名字好，然后扭头问我，就叫来福了，怎么样？我思考了一会儿，就点点头，然后叫了一声回应。你们看来福在思考，表情好豆芽。一女生被我疑惑思考的表情逗笑了，当即就是一个大跑车。来福，快谢谢齐老妹！我立即坐起来，前爪离地并拢拜谢，却不知屏幕那边的女生笑得更开心。随即又是一个跑车刷出。兵哥，给来福加鸡腿。然而我一听晚上有鸡腿，也很开心，干脆就坐在兵哥边上，看着直播弹幕，甚至听见兵哥谢礼物后都不用指令，我就坐起来谢谢。大家看的都很开心。直播结束后，兵哥十分满意。来福，你以后就叫来福了，刚才表现真好。下一秒，兵哥说话算话的从冰柜里翻出一只整鸡递给我，我张口接住，满意的摇摇尾巴，总算是没白忙。谁知刚叼着鸡出来几只狗子就围了上来，然而我根本不搭理他们，都是些小家伙，还敢抢我的不成？不料有一只青灰色狗从围栏里跳了出来，正当我准备放下鸡开始战斗时，可它却因为胆子比较小，竟连靠近我都不敢，只在一边羡慕。就这样，我度过了来到新家的第一天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去撒尿时，看见老爸接到一个电话，紧接着就对着兵哥喊道：“兵哥中午少喂一点，晚上上山。”兵哥带着不确定的语气回道：“带不带来福啊？”虽然昨天在群里打赌的时候挺硬气，但没看到我抓住，心里没底，他怕带上山我跑了。然而老八却更信任我，带着嘛，这狗很聪明的，要是能抓猪可厉害了。咱可没有他合身的护甲，那就当个帮狗吧。两人一通商量，喂了狗子之后又去睡觉，准备晚上出发。傍晚，兵哥和老八起来收拾东西。来福把这个带上，你可别丢了。然后兵哥拿着一个定位项圈给我带上，接着拎着一堆护甲和项圈进入狗场。狗子们一看要上山，变得很兴奋，蹦蹦跳跳的围着人。兵哥对着老八问道：“带几个拖狗？”我知道他们管穿护甲的叫拖狗，这种狗多数都是比特或者比特串子，因为他们是扛佩奇伤害的主力，所以他们身上的护甲多多少少都有些破损和浸染的血迹。毕竟大公猪的獠牙还是很厉害的。由于这是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打猎，于是我决定看看他们是怎么干活的。通过他俩的话语，我认识了几个狗子：黄色毛发罗圈腿的铁牛，红色毛发爪子有白毛的大夯。要不是没手，不然我都想上去撸狗。穿戴装备的时候，我也跳进了围栏里面。虽然狗子们好奇的围观我，但对我的态度都是好奇，没敌意也不亲近。接着我走到大毛身前，仔细看，这家伙长得最像哈士奇，但哈士奇怎么可能当猎犬？那玩意儿不是雪橇犬吗？就在这时，兵哥两人开始将围栏里的狗装车，算上我在内，一共14条狗出阵，其中4个穿着护甲。由于我不想挤车斗里，于是用嘴巴打开车门，自己上了后排。就这样，汽车开了1个多小时才停了下来。接着老八拿出无人机准备放飞，兵哥也打开了直播，开始说话。今天晚上出来护农了，现在刚到地方，飞机还没起飞，并且来福也带来了。谁说他不能抓猪的？刚说完，直播间就连上了无人机的画面，因为无人机带有热成像功能，所以随便一扫就能看到方圆几百米内有没有活物。紧接着无人机就以村庄为中心，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，向着村庄西南搜寻。谁知这次起飞没5分钟，就听见老八喊道：“兵哥，来货了，3头猪就在下边林子里，还有500多米。”于是兵哥两人一起开门下车，而我直接从副驾驶下车。紧接着，兵哥手里拎着匕首，一边打开对讲机，一边向着佩奇方向走去，并且老八也打开了后车斗。下一秒，10几条狗子争先恐后从车斗上下来，第一时间找到兵哥的方向朝他跑去。本来其他狗子都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没有，可唯独那个驴叫的大夯下车就开始喊叫。我听他的意思是快跑，
谁知远处的佩奇听到声音，竟开始逃窜。熊大和诱怪是两条头狗最先感知到佩奇的气味，二话不说就朝着佩奇冲去。其他狗子一看，纷纷加速跟上。大夯、黑虎几个重拖速度要慢得多，一下子就被落在了后面。可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冲出去，而是抬头看看兵哥，兵哥正好也低头看向我。去吧。话音刚落，我拔腿就跑。我虽然体型大，但我有马犬基因，爆发力强，没几下就超过了重拖。这时跑在最前面的头狗是诱怪，由于这狗有细犬基因，因此我是真跑不过来。但我能跟住熊大，况且狗子们没看到佩奇，也不是全力奔跑，还保留着一定的速度。就这样，熊大跑第二，我跑第三，快速接近了佩奇。不料佩奇看到狗子之后，迅速加速逃跑，并且三头佩奇是分头逃跑。由于我和两个头狗跑得最快，因此跟其他狗子拉开点距离。于是我们三个去追一头佩奇，而后面雪花带着其他头狗没跟上，转弯去追别的佩奇，导致重拖大多数都跟雪花那组去。另一边，兵哥用对讲机喊话：“老八，画面先跟来福，今天抓住直播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看来福能不能抓住。看着呢，来福好大一坨，热成像里看得清。”老八一眼就看到了我，紧跟诱怪。此时诱怪跑得很快，就在他追到了一头佩奇身后时，谁知本在密林里连续变向躲避的佩奇突然猛地停住，掉头发起进攻。然而诱怪灵活地转向躲开攻击，一瞬间变成了佩奇追在他屁股后。这时候熊大猛冲了上去，佩奇又掉头攻击熊大，熊大带着佩奇跑了几米，然后诱怪又上来挡住了佩奇的后路，佩奇一下子进退两难，停在了原地。而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参与进攻，只因这头佩奇不大100多斤而已，我自己都能打下。只是看着他们是这么狩猎的，我觉得很好玩，相互配合让佩奇顾此失彼。看了一会儿，我就绕圈来到佩奇身后。佩奇这玩意儿力气大，不好咬死，我平时都是把佩奇追到吐白沫才下口，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只要控制住佩奇就行，因为后面还有两脚兽跟着。下一秒我从后面突然冲上来，佩奇拔腿就跑，诱怪和熊大立马追击，而我则发挥出最大速度猛地追上佩奇，紧接着张开嘴巴一口咬住了佩奇。老八看到后感叹：“别急嘛，等重拖来了再下口吧。”他本以为我会把佩奇弄跑，又要再追一追，但我怎么会让他跑掉？毕竟根据狩猎经验来说，只要咬到猎物就不能松口。于是，在咬住佩奇大腿之后，突然我猛地往侧面一扯，竟让佩奇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地。就在这时，熊大和诱怪也冲了上来，诱怪一口咬住佩奇的耳朵，熊大则咬住了一条前腿。虽然佩奇拼命挣扎，但我可不是吃素的。随即趁着诱怪和熊大控制佩奇的机会，我迅速跑到前面咬住佩奇。老八看到后激动地喊道：“兵哥，下货了，下货了！来福好牛，头狗的速度把中拖的活干了！”兵哥开心的不得了，根据定位器位置加速朝着我跑来。我也看到了，这来福真聪明，还知道换位置咬鼻子，这下佩奇跑不掉了。2分半后，兵哥跑了过来，紧接着迅速掏出匕首，照着佩奇一下刺了进去。佩奇剧烈挣扎，惨叫起声。不到1分钟，佩奇挣扎力点就小了。随即，兵哥拿着对讲机问：“老八，那头能不能连上？快拆狗淘淘再跟着。”我仔细一听，远处确实有狗叫在呼唤同伴，立马启动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。由于最后一头佩奇追得有些远，所以我这次跑得飞快，并且我体型大，冲击力强，因此最先冲出密林，朝着无人机方向迅速跑去。不一会儿，我和诱怪就赶到现场，只见佩奇屁股靠着梯田的坎子站着，面前还有一条纯黑的狗子在狂叫，因为这头猪大，绝对超过200斤。于是我没有贸然下口，紧接着陆续有几只狗子到场，把佩奇围在中间，吠叫骚扰。由于刚才已经展现过自己的价值，所以这次我不着急了，而是好好看看这些狗子是怎么干活的。就在这时，一条体型不大的狗妈性格比较猛，试探着上去挂口，谁知佩奇一嘴巴就把它挑飞，接着冲出重围，撒腿就跑。但这么多狗子跟着，怎么可能让它跑掉？因此跑了没有20秒，就被一只狗子从后面掏了一口，佩奇连忙回头反击，不料再次被狗子包围，并且被佩奇挑飞的狗子也爬了起来。可是我却看见那狗子肋骨处被开了一个小口子，这头佩奇竟然是有獠牙的。就这样僵持了2分半后，重驼终于赶来。然而第一个过来的是给佩奇通风报信的大夯，谁知这家伙根本不管佩奇大小，刚到位没有任何迟疑查看，竟直接就冲上去一口照着他耳朵咬了上去，并且他的进攻反应就像什么开关一样，导致围在佩奇周围的头嘴在大夯咬了第一口后，竟一瞬间不断朝着佩奇各个位置踩。不料大夯刚咬到佩奇耳朵，佩奇就猛地一个摆头撞在他身上。虽然被佩奇一嘴巴打飞，但即便是前腿离地，他都没松开嘴巴，反而牢牢咬着佩奇耳朵。我在一旁也长舒一口气，幸好重驼身上穿着护甲，要不然这一下子可不是开个小口子那么简单。就这么一下子，佩奇再想挣脱已经被捆了。其他狗子都冲了上来，咬耳朵的咬耳朵，咬腿的咬腿。就这样，我算看明白了这些狗子是怎么干活。首先，嗅觉好的头狗负责追踪佩奇，接着找到佩奇之后拦截佩奇，然后快帮犬赶到之后和头狗一起看住佩奇，不让他再逃跑。最后重托赶上去就干，只要重托下口了，其他狗就一拥而上。其实如果挂口挂得好，也用不了几条狗就能控制住佩奇。就在我思考之际，其他重托也全部赶到，这下佩奇更是别想，只能发出杀猪般的
虽然这大夯下车就给佩奇通风报信，没想到干活时候还挺勇猛，因此我有些佩服这些狗子，驮狗聪明，重驮勇猛。一看到几个头狗包围佩奇，来回拉扯戏耍佩奇，就觉得那个过程真的很爽，我有些爱上这个游戏了。接着我也冲了上去，一口咬着佩奇的鼻子。这时兵哥跑了过来，一刀解决佩奇，三头猪一个也没跑掉。兵哥很开心，伸手在狗子们身上抚摸，还朝着无人机挥手。好狗好狗，这连仗打得漂亮。然后摸着我的脑袋，好样的来福，你这名字真没叫错，捡到的宝贝。老八也开心的道：这狗厉害着嘛，跑得跟熊大一样快，还能拖猪，第一头就是他拖住的，真是捡了个宝贝。可我却没那么高兴，明明当人的时候那么失败，忙忙碌碌人到中年啥也没有，不曾想当狗了，竟然被如此夸赞。谁知刚到家，兵哥递给我一只鸡和一盆狗粮。你表现得好，给你吃小灶。这次我吃饱了，就在外面水泥台阶上睡觉，毕竟我身上又是泥土又是血腥的，就不进屋了。不曾想一大早就被吵醒了，紧接着我跳进围栏，看看是谁不睡觉吵闹。只见一只昨天没上山的黑狗在无缘无故的瞎叫唤，可是当我走到它跟前，还没有任何动静，它就低下头夹起尾巴。它闭嘴之后，我转身走了。谁知刚要跳出去，那家伙又开始叫唤。下一秒，我扭头冲过去，特喵的，这次你服软也不好使。看我冲过来，它吓得直接缩在了地上，可我张口就咬住了它的脖子。接着它嗷嗷惨叫，蹬腿挣扎，而我怕把兵哥他俩吵醒，直接叼着它钻进一个狗窝里面。我不可能咬死它，只是教训一下。直到他吓得浑身颤抖尿了出来，这时我才松开他的脖子，从狗窝出来，我也不困了，在狗场里溜达，挨个笼子查看。不料看来看去，我发现自己是个颜值党，最喜欢大毛、雪花、白雪，这几个都是长得特别帅的。然而大夯虽然长得不出众，但他有一种蠢萌的气质，看着呆呆的，抓猪还会犯傻，很好玩的样子。看着面前这些勇猛的狗子，我暗暗发誓，你们等着，等哥混好了当上网红，给你们弄好吃的。另一边，兵哥睡醒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截取了昨天我抓猪的一段视频，发到他们玩猎犬的群里。来，都给我看看，谁说我来福不能抓猪的？这么狠的狗，谁见过重拖的体型？头狗一样的速度，100多斤小猪自己就单拖了。兵哥拿着手机一顿语音输出，表情那叫一个爽。不过群里面有人看了昨天的直播，已经讨论一阵了，都没想到我这么大的体格子能跑那么快，而且追上猪之后敢下狗，甚至那天跟兵哥打赌的家伙都愿赌服输，答应把家里最好的狗给兵哥。然而兵哥大度的表示不要了，开玩笑，都是哥们儿，你心尖上的东西咱能要吗？说着玩的，大气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另外一个群友更是豪气道：兵哥，你开个价把来福卖给我吧，跟你抓猪别，哪天遇上大炮打死就白瞎了，给我当成狗马，我不上山。净说屁话，来福比我都聪明，还能让大炮打死？不卖，贵贱不卖，100万都不卖。我抬头看着兵哥，真的假的？100万都不卖？我这么值钱吗？兵哥跟群里扯淡，一会儿就开始直播了，而我还是坐在他身边。家人们，昨晚下货3头，看看，这就是咱们的来福，从山上捡来的狗，直接就能干活。兵哥一边摸着我的毛发，一边滔滔不绝的夸奖。谢谢齐老妹的热气球，已经给他加鸡腿了。来福，吃个整只鸡，咱们狗场独一份的待遇。这个齐老妹我认识，上次送了好几个跑车，点名要给我加鸡腿，这个得好好感谢。于是我伸出舌头，努力挤出微笑，并且2只前爪不停的拜谢。就在这时，直播间有人要上麦说话，这个人很显然是直播间大哥，账号等级很高。兵哥疑惑问道：李哥，啥事？兵哥，你这来福卖不卖？我出10个 W。说啥，大哥？咱狗场的狗，你要是想要都能给你，说啥买啊？来福这狗我还没稀罕够，现在肯定给不了你。你要是真稀罕，就来玩几天。行，我看看时间过去，玩几天，最后我给你提个建议啊。你看来福这么聪明，然后你再教他一些活，拍成视频发到平台上，肯定能火。听到这话，我眼睛一亮，难怪人家能当直播间大哥，眼光就是好。可兵哥却纳闷道：我不咋会拍视频啊。李哥也耐心说道：你就当朋友圈发，况且平时不也经常往群里发视频吗？然后火也是要有个过程的，首先得先积攒一些作品。行，听李哥的，来福可会整活了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兵哥说罢就拿着手机对着我，谁知一套简单的口令下来，竟让我觉得太简单了，于是还自己增加难度，不仅后腿撑地站了起来，甚至还原地转了一圈，并且转圈之后我还来了个前腿倒立，最后展示单靠2条前腿走。直播间众人直接看懵了，这狗好啊，这整活都是一套一套的。接着小礼物就来了一波，可就在我拜谢小礼物时，兵哥却激动地喊道：感谢李哥的大飞机。我一听有人送大飞机，立马停下拜谢。接着我前腿放下，屁股撅起来，猛地一低头，脑门撞地面。兵哥忍不住爆发一阵大笑，这狗还会磕头，这是咋教出来的？直播间大哥也惊叹，刷个飞机给磕个头，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，那就再来一个吧。伴随着兵哥的感谢声音，然后我又是一个头磕在地上。李哥见此，直接说出了直播间大部分人的心声：真让人急，这种狗也能捡到，
但是斌哥你别光乐，你这不行啊，不能光让狗表演节目，却不给奖励怎么行？人家训狗表演一个节目给一个奖励，来福是聪明，但你老不给奖励不行。听到这儿，我真想再给大哥磕一个。说的太对了，李哥真懂狗。随即我冲斌哥叫了2声，紧接着大哥继续说道：真的，斌哥你得好好照顾来福，只要考好了他能带你火一把，并且现在这个网络上，谁要是火了，那钱就不是个事儿。行，我明白，大哥，明天我啥待遇，来福就啥待遇。那不行，你舍不得吃的东西得先给他。啥？我还得排在狗后边？又闲聊了一阵子就下播了，一下播2人就坐下吃饭，而我却在边上站着。谁知斌哥吃了一块排骨，竟把骨头吐在地上。我一看，啥意思？就给我吃骨头，还是进口的，这不能忍。于是我张口骂人，但出口的却是沉闷的狗叫。老八此时笑着看我，行行行，不吃骨头。接着老八把菜和馒头都分出一半给我，这才满意，对着老八拜谢，然后斜着眼睛瞪了斌哥一眼。斌哥一脸委屈，来福竟然瞪我。然而老八却严肃道：好了，说正事儿，今晚还得上山，还是昨天那地方。村民说不止3头佩奇，最少有10几头，今晚再去看看，然后彻底给解决掉。到了晚上，2人开始给狗子穿戴装备。然而给我带定位器的时候，斌哥问道：老八，你说用不用给来福订一套护甲？那就订一套嘛，来福敢挂口穿上护甲安全一点。他这体型当头狗吃力，还是当拖狗合适？今天带的狗子和昨天差不多，带好定位器后，我照例坐在后排。不一会儿，汽车就开到上次那个地方，然后起飞无人机开始寻找。谁知无人机电池都快飞没电了，却还没找到佩奇踪影，因此老八又开车移动了一次。就在这时，无人机终于扫到了几个发光物体，从无人机上看，至少有400米距离，并且中间还有山沟阻隔。老八连忙对着斌哥说道：来货了，来货了！但是全是野地，路不好走。斌哥看着无人机画面，一咬牙：干，必须干！这样我先走，等我翻过这道坎子后，你再放狗，这样不至于把我落太远。老八同意下来，随即斌哥就拿着短刀和对讲机就下了车。可我心想，哪里有那么麻烦？我先过去把佩奇看住不就完了？于是等斌哥下车的那一瞬间，我下车就跑，几个起落就消失在黑夜中。此时斌哥见没叫住我，赶紧对着老八说道：赶紧看看来福往哪儿跑了。接着老八调转无人机往回飞了一段，正好看到我爬上山头，紧接着直接从悬崖上跳下，转眼又跳上1人多高的陡坡。老八直接看懵了，我去，这狗子会武功啊！接着转头对着斌哥说：来福奔着佩奇去了，速度飞快，你赶紧往前走。来福要是能顶住佩奇，我就放狗；要是顶不住，你就把它带回来。斌哥连忙答应下来，朝着我的方向走去。另一边，我靠着灵敏的嗅觉，准确找到佩奇的位置，并且迅速接近。但是距离佩奇不到100米的时候，我反而放慢了速度，小心前行靠近。看到这一幕，斌哥和老八都很激动。我去，这来福真是好猎手啊！大家看到没？来福到佩奇附近后却放慢了速度，这是怕惊动佩奇。要知道，前行靠近是野生动物才会的狩猎技巧，咱们家狗子没一个会的。而我此时还不知道震惊了所有人，只是一味的循着味道靠近。谁知一靠近，就看见一窝佩奇竟没一个守夜的，全在睡觉。然而就在靠近他们的时候，我突然绕了个圈子，想要把他们往回赶。等我接近到只有10几米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发现了我。6、7头佩奇起身就跑，我也立刻加速从后方追击，但我没有立刻追上，而是跟佩奇保持相同的速度。老八见此感到十分震惊，我去，来福这狗太聪明了，他在把佩奇往回赶。直播间观众也表示非常震惊。此时我追着佩奇来到了刚才路过的悬崖边上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开始吠叫恐吓他，并且加速冲了上去，本想着试图把他赶下悬崖，可他也不是傻子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跳下悬崖。只见佩奇群开始向着两侧逃跑，随即我全力加速追了几十米，追到佩奇屁股后，不料最大那头佩奇突然猛地掉头，朝着我撞了过来。不过佩奇就那几招我早都熟悉，回头冲撞是最常见的。于是我一个急停转弯，转眼就变成了他追在我身后，就这样带着他跑了几十米左右。他突然停了下来，谁知我回头后却没跟他对峙，而是往他的身后绕去。毕竟任何动物都不会把自己的背后暴露给敌人。他一看我这么难缠，紧接着又朝我追来。不过这次我连续变向，直接带着他转了好几个圈子。老爸直接看傻了，竟然连放狗都不放了，只为看看我的表演究竟能到什么程度。斌哥也感慨道，我都不知道说啥了，来福好牛，给我打在公屏上，他溜猪跟玩一样。一瞬间公屏上一片来福好，甚至直播间还有大哥看得爽，直接来了个大冷单。与此同时，追我的佩奇有200多斤，一下子就有些体力跟不上，体力跟不上就开始胆怯，不一会儿就掉头跑了。但是他体力下降我可没有，这才热身啊就跑了。紧接着我又轻松的朝着他追去，
然而这次他不反击，只顾逃跑。虽然我围追堵截，试图把他赶下悬崖，可他就是不下去。看来必须得给他点压力。下一刻，我飞扑上去咬他的耳朵。另一边，兵哥已经翻过了一道悬崖，看到直播间显示内容，赶紧喊道：“挂口了，老八，快放狗！”接着，老八也是毫不迟疑的放狗。原本狗子们在车里早就闻到了味道，本来就已经急得不行，因此全部争先恐后的下车。头狗更是拔腿就跑。与此同时，我挂口后，不料佩奇一摆头就用嘴巴攻击我，可我预判了佩奇的攻击，就知道你用这招。下一秒，我猛地换个方向，一口咬住他的大耳朵。由于受到疼痛刺激，佩奇再次逃跑，而我也没咬住他放，只因我今天就跟他杠上了，非把他撵跳崖不可。不曾想这次佩奇慌不择路，当我再次靠近的时候，竟不管不顾，直接跳下了悬崖。我站在悬崖边上一看，只见他在起身的时候，一条前腿已经瘸了，这下舒服了。最后我满意的找平缓的地方下去。我去，来福到底是把猪撵得掉悬崖了？兄弟们看明白了吧？来福一开始就是想把佩奇撵下悬崖摔死，不料这里高度不够，没摔死佩奇。老八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个我去了，直播间弹幕都疯了，不敢相信一条狗不仅玩上战术，甚至还会利用地形。此时等我下去的时候，佩奇已经坐在地上不动了。就在这时，兵哥也跑了过来，谁知兵哥也是个猛人，竟直接拔出匕首就要给佩奇放机油。不过我怕佩奇临死反扑伤了他，因此我又冲过去咬住佩奇一只耳朵。突然锋利的尖刀捅进了佩奇肋下，佩奇挣扎几下就不动了，紧接着兵哥就上来抓着我的头。我的宝啊，你咋这么厉害啊？我傲娇的抬头，这算啥？基本操作而已。倒是你可得给我好好拍视频，毕竟今天这通表演就是为了吸引粉丝和直播间大哥们的礼物。不一会儿，其他狗子也赶了过来，虽然佩奇已经倒下，但他们还是一拥而上撕咬佩奇。兄弟们下货了，来福的表演都看到了吧？除了来福好牛，啥也不想说。我看看其他猪跑远没有。老八刚说完，很快又看到一头刚才跑散的佩奇，通过无人机定位测量距离大概有200多米，这个距离可以试一下。于是老八用对讲机喊道：“兵哥，200多米外还有一头猪。”其实这时候头狗已经嗅到佩奇的气味，下一秒右怪领前的头狗就冲了出去，紧接着10几条狗子一起出击，逐渐拉成一条线。我也参与了进去，跟头狗跑在一起。谁知这头佩奇很警觉，还没打上照面就开始跑。不过佩奇上坡速度慢，不一会儿就被我追到了身后。突然佩奇又是回头攻击我，不过我还是扭头就跑，而且我身后的一只头狗和一只快帮，这2个家伙也赶紧躲开。再后面就是一个穿着护甲的重拖拉拉。不曾想这原本是很安静很乖的一只狗，但面对佩奇时竟丝毫不怂，一瞬间就张口挂住了一只耳朵。谁知佩奇嚎叫一声，猛地摆头，直接把拉拉都打飞起来，但拉拉竟也没松口。就在这时，头狗斧头一个飞扑咬住佩奇前翼。头狗虽然不敢单挑佩奇，但只要重托下口了，他们就敢上，并且另一个重托愣头青也上来咬住了佩奇另一只耳。转眼我也咬住了一条后腿，紧接着我用内尾推一拉，佩奇一条腿离地，挣扎力度立刻小了很多。最后10几条狗子一拥而上，就这样这一头小公猪被狗子们围得水泄不通，就连兵哥赶来时都没处下刀子，更别说600海怪这样想咬佩奇一口的没位置。兵哥感叹：这个下货速度，这任务不老早就打没呀！另一边，老八也赶紧收了无人机，关了直播，赶来拖猪。今天回来的晚，老八直接去交猪。等他回来，兵哥也喂完了狗，老八拎着早餐下车。谁知我毫不客气的叼着饭盆就跟了上去，老八也不生气，吃吧吃吧，我特地让老板弄了几个少放盐的肉包子。老八你挺上道啊！我满意的点点头。然而兵哥一边吃饭，手机却提醒不断，原来是他们的狩猎群里已经炸锅。只因昨天有人将我把佩奇赶下悬崖的那段直播录屏发到了群里，由于都是专业玩猎犬的，因此这段视频的含金量大伙儿都明白，于是讨论的热火朝天。毕竟之前那套动作直接展现了我聪明的头脑和高超的狩猎技巧。这哪里是狗啊，简直跟人脑子一样聪明！必须承认咱们的猎犬狩猎技巧是不如野生动物的，但这来福比野生动物还聪明。我哭死！兵哥，你说你那么次的人品，怎么能捡到这么好的狗？咽下一口包子后，兵哥激情开麦开始反击。你们谁见过这么好的狗？又是顶级头狗，又是重托，还能担下250斤大佩奇。我要是人品不好，能捡到这么好的狗，来福就是看咱仁义才跟咱回家的。不吹好牛的说，来福就是全国最好的猎犬，谁不服得出来比比？就这狗，你拿这么大的金子我都不换。我点点头满意了，你知道我的重要性就好。不一会儿，兵哥就困得不行，接着拍拍我的脑袋，有事等我睡醒再说。我也困了，吃了个苹果就睡觉了。谁知兵哥刚睡没多久，就有人给他挂视频。兵哥没好气的接通电话，干啥？睡觉呢？没事，以后死了有的是时间睡。你死了，你骨头烂了我都不带死的。两人互喷一阵，兵哥不耐烦了，快点，
有事说事。来福借我玩2天。想见来福，门都没有；借媳妇儿也不能见来福。借媳妇，你让嫂子知道挠死你！你这狗屎运，怎么能捡到这么好的狗？这狗要是我的，我打个板给它供起来，早上起来我先给它磕一个。睡觉媳妇，我都踹一边去，我搂着它睡。没事，来福就在这儿。你要是想磕头，对着视频也能磕。接着我趴到斌哥床上，看看是谁说话这么好听。老李见我出现在屏幕上，激动道：“来福，上李叔这儿玩2天。”见他说话这么好听，我当然得给点回应，于是伸出舌头，努力柔和表情，做出笑脸。老李一见直接乐了：“好宝好宝，过2天李叔去看你。”然后话锋转向斌哥：“说真的，斌哥，这狗你可得好好照顾。你这人粗心大意的，我怕你把来福整丢了、养坏了，你千万要照顾好。”斌哥也认真起来：“行了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照顾好它。”挂了电话后，看着我嘴里叼着半截火腿肠，斌哥一把扯下来：“以后不吃这个了，不健康，咱们自己买肉，灌肉肠。”可当我听着以后不吃火腿肠，改吃纯肉肠后，竟直接叼着根火腿肠来到狗场。我来给喜欢的狗子投喂。这时斌哥悄悄把老爸叫出来：“这还是狗吗？成精了吧？他怎么舍得把吃的给别的狗，甚至还知道把包装皮扔出去？真成精了，见了鬼了，还有狗逗狗玩的。”见状，老爸赶紧拿出手机录制视频，谁知昨天的视频还没弄好发出去，今天的视频又来了，两人鼓捣好久才发出去一条视频。最先发出的是我狩猎的视频，我也在边上看了一会儿。说实话，老爸大号剪辑水平很一般，不仅感觉有些乱七八糟的，看着没啥吸引力，就连狩猎的热血和激情根本体现不出来。反倒是给我剪辑的内容比较完整连贯，就是配乐不行，看来他们需要一个专业的剪辑师。不一会儿，内容就有粉丝看到，有些粉丝还不知道队伍里多了我，但看了我的操作惊为天人，还猜是诱怪或是熊大熊二。于是斌哥在评论区解释了一下，然后又贴出了一张我的照片。只见我的照片端正的跟证件照一样，看得非常清晰，2只大耳朵立在头上。不料照片下很快就被评论攻陷。我的天，他居然会前行！猪其实并不蠢，智商在动物里算是高的，不比狗笨多少。但来福这是智商碾压呀！刺激，看得真爽！一条狗竟能单下250加的佩奇。斌哥，我的狗怎么跑你家去了？就这样，斌哥一晚上就拿着手机在群里聊天，聊得嘎嘎乐。不过多数时候都在炫耀我，差点在群里引起公愤。但鉴于他伺候的挺尽心，于是斌哥需要炫耀的时候，我都会配合。第2天早上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即便是只下了2个小时，今晚也不能上山了。就在这时，斌哥接了个电话，说是有朋友要来，接着起身去找老爸。老爸，王队说要过来，今天就到，说要跟咱们一起玩2天。那好吗？待会儿把活动围栏拿出来，把场地让出来，我得打电话找找看哪里合适2个队一起玩。不一会儿，外面就来了2辆汽车，其中一辆装满了狗子。斌哥笑着欢迎，老爸强挤出一丝笑容。老王是一个胖子，这身材一看就当不了机油手，也就能开飞机指挥一下，一上来就到处寻找我的身影。斌哥，快给我看看来福在哪儿！斌哥回头叫我，可我就站在水泥台阶上不下去，毕竟下面的地面都被雨水淋湿了，能干净一点我就不愿意弄脏。斌哥见我不动，连忙解释道：“来福很听话的，他就是看外面下雨了不下来。”老王也不介意，爱干净的狗有很多，这很正常。紧接着就朝我走了过来，好大一条狗啊，100多斤吧。然后伸手就想来摸我，可我却歪头躲过。你就空手来的？我眼珠子斜视，谁知老王没看明白我的意思，直接伸手一摸，边摸还边问斌哥：“真是捡来的，不是买的？我还能忽悠你吗？你也是玩猎犬的，你觉得我能教他那些宠物狗的活吗？”老王点了点头，斌哥说的对，然后就将自家的狗子全部放了出来。2家狗子隔着围栏好奇观望，而我则被一群人围观。可这帮家伙啥吃的也不拿就干看，并且动手动脚的，这个揉揉他的脑袋，那个扯扯他的皮肤，甚至还有扒开腮皮看牙齿的。不料我被说的烦了，直接从人群中挤出去，自己开门进屋，还从里面把门关上。见状，众人顿时发出哄堂大笑，这是嫌咱们烦。紧接着老爸连忙拉着老王帮忙剪辑视频，因为最开始他们根本不会玩网络，还是王队长教他们的。于是在王队长帮忙下，很快搞好一条视频。随即老爸趁热发出去，休息一阵后，傍晚吃过晚饭开始装狗。然而我是必须要带的，但是有王队在，其他狗子就可以少带几个。由于王队长带的肯定是他手里的精兵强将，因此这边也是挑的干活好的狗。就大头和柚粒子干活时间比较短，这么精悍一支队伍当然要找点高难度的活。于是老爸筛选了手里的情报，挑选一个佩奇最活跃的区域。随后老爸开车在前面带路，后面还跟着2辆。斌哥回头看着坐在后排座上的我道：“后排座都让你占了，以前都是我躺在后排的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没坐你身上就不错了。不一会车子开到一处村庄附近停下，然后2伙人便凑在一起商议。老爸说道：“就是这个村子被佩奇祸害得很惨，之前我跟斌哥来打过一回，但是没打到。这里的佩奇很警觉，一会儿你们搜索路左边，我搜索右边。”紧接着2台无人机相继起飞，一个往左一个往右，搜索效率翻倍。
刚起飞没有5分钟就发现了佩奇。哎，这个不行啊，离村子太近了，用无人机赶一下，看跑到哪里再说。毕竟不能在距离村庄太近的地方放狗，万一佩奇被追得跑进村子，伤了人损坏了财物都是麻烦。虽然是晚上，但村庄里也不是没人活动。由于佩奇很警觉，听到无人机的嗡嗡声音就会跑，所以老八就是这样驱赶的。谁知佩奇大概跑了300多米左右就停下不跑了。随即老八拉高无人机高度，开始寻找路线，准备放狗。这时兵哥说道：“这几个猪已经惊了，不太好打。那也得试一下嘛，不然他们离村子太近了。因为护农队打佩奇和直播都不是主业，护农才是，所以即便是抓不到佩奇，也得赶得远远的。随即兵哥开始提议，要不要先把来福放出去，先看住一个佩奇，然后等他到位了再放其他狗，不然要是佩奇都跑了，单收他自己也好收。”老八点了点头表示同意，接着就跟老王商议：“王队，距离太远，怕猪跑，一开始先把来福放下去，让他顶住佩奇，再放其他狗，像上次视频里一样。”对于能看看我的表演，王队还是很期待的，于是想都没想就同意下来。兵哥连忙开门放我下车，而我不仅早就闻到了味道，并且还听了他们的谈话，一下车就找准方向开始跑去。毕竟今天有外人在，不能丢了面子。紧接着兵哥也开了直播，一边跟直播间聊天，一边跟在我身后看着，看看来福的表演，大家猜猜来福能不能顶住佩奇？就在这时，老八激动地喊道：“开始了！来福转向了，他要像上次一样绕路，把佩奇往回赶。”另一边的我今天圈子绕得格外大，由于佩奇已经被惊动一次，所以必须谨慎一些，因此我直接绕到了佩奇背后的山上。然而直播间里所有人都看到了我的动作，竟不明所以的就在那儿喊：“狗跑了！”老八当然不同意的愤愤道：“跑什么嘛！来福在绕圈子往回赶佩奇，他太聪明了。”这时王队也看着无人机视角，羡慕不行，顶级头狗都不足以形容我。果然佩奇们没有发现我，现在已经平静下来。于是我绕过了山头，从山坡背面往上爬。这时候再不懂的观众也看明白了我的用意，懂行的人自然懂着其中的含金量。这时老八也开始兴奋地喊道：“王队，准备放狗！”与此同时，我爬上山头，用嗅觉确定好佩奇的位置后，下一秒直直从山头冲下。佩奇再次被惊动，拔腿就跑。不料我下来才看清有一头大公猪，而且是很大一头，并且大公猪还很有担当。在发现我之后，竟直接掉头跟我对峙，保护着母猪跟小猪。仔细一看才发现，这头佩奇獠牙相当的长，想拿下它怕是要伤几条狗，如果倒霉还会有生命危险。老八见状急忙喊道：“是大炮，来福顶住了，快放狗！”一瞬间，2个车子同时放狗。紧接着10几条狗子争先恐后的下车，不一会儿就形成了头狗在前，重拖在后的一条直线，全部沿着田地间的道路奔跑。可我却没等狗子到位就有了其他动作，毕竟我怕我喜欢的狗子们受伤，因为这头大公猪后背高高隆起，不仅鬃毛直立，而且2颗大獠牙外露上翘，甚至体重更是超过300斤，绝对不是好惹的，所以我必须充分消耗它的体力。紧接着我绕过它，朝着前面的小猪跑去。大佩奇一看我还敢打他崽子主意，下一秒就愤怒地朝我冲来，更是冲击力十足的撞断不少玉米杆。紧接着我又全力加速，就这样我在前面追小佩奇，而大佩奇就在我后面追，但是也不能把大佩奇带太远，否则其他狗子会在赶路途中消耗太多体力。想到这儿，我一个转弯掉头，直接把大公猪往回带。然而大公猪也不傻，毕竟野生动物都知道减少能量消耗，因此他看保护住了小佩奇，并且赶走了我，竟停下来就不追了。但他不追了，我又回来挑衅。老八这次看明白了，来福在留住消耗佩奇的体力，这狗太聪明了。因为是平地，回旋空间大，于是我不停绕后偷佩奇的屁股，导致佩奇只能跟着不停绕圈，不一会儿就被我搞翻了，直接追着我不放。要不说佩奇聪明，追了一会儿，意识到我的难缠之后，竟然又不追了，转眼就朝后方跑去。但我怎么可能让他跑掉？下一秒，我冲上去照着佩奇屁股咬了一口，吓得他扭头来攻击我。谁知我又松开口跑了，就这样连续勾引着佩奇。虽然大公猪力气大，但庞大的身体和高强度奔跑会大量消耗体力，而且跟我来回周旋都是全力加速，因此大佩奇已经张口喘粗气，就连嘴里都淌哈喇子。当然，我也吐出舌头散热。哈哈，来福太厉害了，这身法真是绝了，竟然一次都没被佩奇攻击到。与此同时，诱怪领衔的队伍也已经赶到，头狗们一看到佩奇就开口叫唤队友，一瞬间佩奇就慌了，接着再次加速狂奔。但是这下我没上去挂口，毕竟这佩奇太大，必须等重拖到场。重拖有护甲能抗伤害，而且今天带的全是好头狗，一点都不莽撞，只是在不远处不断骚扰他。就这样追了几十米，佩奇见摆脱不掉，直接回头跟狗子们对峙。然而5、6条头狗围着他不断狂吠，不仅吵得他心烦意乱，甚至还总有狗要检查他的力值，导致他不得不紧张的来回移动转圈。而狗子们也不是站在原地不动，有的在他面前狂叫吸引注意力，有的不断靠近恐吓，
还有的绕后让他不停移动。老八见此情形，激情开麦：偷狗到了，圈住他，圈住，别让他跑了！因为下货之前的缠斗是最刺激的时候。就在这时，重托里跑最快的黑虎和愣头青率先赶到战场。不过愣头青这狗腿上有伤，好了之后可能是短了一截，也可能是关节僵硬，导致跑起来乱七八糟的。用兵哥的话说，叫左手6右手7，但他还是第二个到的。就在这时，黑虎突然试探性的挂了一口，然而大佩奇一摆头，直接把黑虎撞开，再次逃跑。谁知我猛地加速追上，张口就咬住了大佩奇的后腿。大佩奇猛地回头来攻击我，可我这次却不松口了。不料大佩奇转身的离心力竟让我4条腿悬空被甩了起来，导致大佩奇回头没找到我，但腿却还疼得厉害，于是又转向另一边。我就这样吊在他身后不松口，只要我不松口，大佩奇就咬不到我。要不说佩奇聪明，他见甩不掉我，竟然一屁股坐了下来，试图坐死我。然而我还真没防备这招，毕竟之前从来没见佩奇用过，于是我还真被他压了一下脑袋。我赶紧松口，把脑袋从佩奇屁股下拉出来，但是佩奇这个行为激怒了我。可我虽然生气，但也没去挑战佩奇的獠牙。不过这一耽搁，好几个重托都冲了上来。只见愣头青上来就挂住了一只耳朵，紧接着我绕过愣头青去咬佩奇的鼻子，张队的一个重托挂住了另一个耳朵，一瞬间疼得大佩奇左右摆头，但2只狗牵扯着，没有发力空间，獠牙的威力大大降低，而且我也咬住了他的鼻子，佩奇再打也只能无助的哀嚎。下一秒10几条狗子一拥而上，来得慢的想咬佩奇一口都没有空间。另一边老八见状激情喊道：我去，来福太牛了，单拖后腿留下大佩奇，接着又去咬鼻子，下货下货！兵哥快去放机油，兄弟们轻松拿下大炮，把来福好牛给我打在公屏上！此时观众们也看爽了，满屏都是来福好牛各种礼物特效，连续不断，过瘾啊，过瘾！有狗受伤没有？兵哥挨个查看身上有血迹的狗子，谁知第一个就是我。现在我满脸是血，不过都是佩奇的。兵哥仔细翻看我，就连牙齿都看了，接着又看了其他狗子。老八，没事，没有狗子受伤。再看看其他佩奇跑哪儿去了？收狗吧，其他猪都跑远了，咱们开车去追。来人拖猪啊，我俩可拖不动。紧接着胖胖的王队长就赶了过来，别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，没想到还真能拖动佩奇。不过气喘归气喘，但不耽误干活。王队长对着我一顿夸奖：来福这狗太厉害了，这狗会玩战术，该追该停时机把握得非常好。兵哥十分自豪道：那是，要不是跟我回家了，他自己在山上也能活得很好。大小佩奇手到擒来。与此同时，老八已经找好了路线。佩奇现在的位置距离最近的放狗地点也有200米。不过这次兵哥却说道：200米就200米，这次一起放，活不能都让来福自己干。很快汽车转移了位置，2个机油手先走几步，其他人把狗子一起放出。狗子们如猛虎出笼，钻出车厢。还是刚才那群佩奇，3头母猪领着6、7个小崽。这次我没着急去拖狗，而是慢悠悠跟在头狗后面。不是累了，而是这几个猪没啥挑战，毕竟母猪的战斗力比公猪差远了。同样的体型，公猪更加暴躁，反击更凶猛，而母猪一见狗就慌。果然在还有几十米的时候，母猪扔下小猪就跑，谁知头狗群追上之后一下子就乱了套，好几个都去追小猪崽了，就连诱怪熊大也去了，就我和张队的一条狗去追大佩奇。但我也很快和他分开，因为我是为了多拿下一个。于是分开之后，我跟随着气味的指引全力加速，前面的佩奇沿着玉米地奔跑，本来直线加速根本跑不过我，但因为他先启动，仍然追了好几百米才追上。紧接着我一口咬在小佩奇屁股上，佩奇疼得嗷嗷叫，但根本不敢回头攻击，只想着挣扎逃跑。可是被我挂口了，还能跑掉吗？100多斤的小猪轻松拿下。我回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一下子追出去2公里，还有一只狗竟然单独顶住了佩奇，但是他自己叫了半天，就是没有支援赶来，因为其他狗子都在忙着，甚至有的重托都已经吃上了。听见头狗叫声也不搭理。兵哥一看这情况，还是先奔着我来。好狗，好狗！夸奖完，兵哥拿出绳子，迅速捆上佩奇。我见他捆住了，下一秒拔腿就跑去支援张队的头狗。但是等兵哥的这段时间，那边的一猪一狗拉拉扯扯，又跑了好几百米，都已经上了梯田。虽然是晚上，但跑得多了，体力消耗大，我也会热，于是边跑边伸着舌头散热。奈何相比于人全身皮肤都能散热，狗的这个散热器官实在是小。另一边，老八见我又冲了出去，
又激情地给观众解说上了。来福太厉害了，他正在赶向战场，这是他今天晚上的第3头猪，只要他盯上佩奇就别想跑。除了来福好牛啥也不想说，大家给来福点点赞，感谢我东哥的嘉年华。哎呀，我东哥今晚刷了好多啊，让你破费了。东哥，你有啥要求就跟我说。然而还没等东哥开口，就见屏幕里我的热成像光亮格外清晰，像一道闪电笔直奔向战场。但此时我跑得也有些累了，毕竟已经连续战斗3场，刚才自己单拖一头野猪接近20分钟，接着又跑了2-3公里。于是到战场附近后，我放慢了速度，恢复一下体力。老爸见我速度慢了下来，有点担心道：来福速度慢了，可能是累了，不行可别硬撑啊。然而我到了战场，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，而是伸了个懒腰，趴在了地上。只要野猪不跑，我就不动。老爸一下又激动了，来福是累了，他要歇一会儿。不过赶在这时候趴下的狗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接着拿起对讲机，对着兵哥说道：兵哥，来福到位了，快把其他狗带过去。兵哥回应收到。不过这时野猪也累，直接站在原地和头狗对峙。然而头狗叫了这么半天，却没有其他狗过来。本来他都想放弃了，可我的到来又给了他信心，于是继续盯着佩奇，并呼唤队友。我休息了20分钟，才站起来伸伸懒腰。来福起来了，看看他有什么操作。下一秒，我从侧面冲过来，咬了一口。佩奇受惊，自然要往另一侧跑。原本我不急不慢跟在后头，谁知另一条头狗却有些急，竟然追上佩奇，给他屁股咬了一口。但这头佩奇已经彻底怂了，根本不敢攻击，只想着跑。这时我看他被咬停下，于是又上去刺激佩奇。不过这次我故意挡了一下头狗，让他跟佩奇拉开点距离，这样佩奇能跑得更远，距离其他狗子更近。老八看到这儿，又跟看到鬼一样。大家看明白了吗？来福又在把猪往回赶，这么聪明的狗你们见过吗？这头佩奇跟刚才来福单拖的差不多大，原本来福自己就能拿下，但现在他不想费力气。这么会玩战术的狗，你怎么赢？就连观众们也很配合，纷纷要求把我送去上学。不料东哥彻底上头了，连刷10个嘉年华。老八一直在喊停，也不好使。另一边，我听见其他狗子靠近，连赶都不敢了，任由佩奇停在那里。待到诱怪和黄白花赶到，转眼我上去一口就叼住了佩奇的耳朵。本来头狗就是只要有先下口的，不管是重拖还是啥，他们就敢上。于是我先下口，他们紧随其后。原本已经精疲力尽的佩奇，此刻毫无反抗之力。接着不到1分钟，重拖赶到后，我就松开嘴巴，到一边歇着。吓唬，完美吓唬3头佩奇，我来福好样的。谁知今天来的狗子全是精锐，都是狠角色。还没等兵哥赶到，狗子们硬是把猪咬死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老八又开口道：来货了！这一会儿就又找到了2头佩奇，可见佩奇泛滥到了何种程度。接着几人凑在一起研究路线，距离佩奇最近的地方有着一片树林。如果我把佩奇往树林里赶，明显不利于狗子们追逐躲避。而且这2头佩奇都不小。不一会儿，兵哥率先说道：还是得先放来福，让他顶住一个再说。我同意的回应。紧接着老八也说道：估计来福也不喜欢进林子，应该不会把猪往回赶。不一会儿我独自下车，然而我一下车，老八就对着直播间说道：大家看着啊，来福的绝活来了，绕大圈子堵截佩奇。此时我路线清晰，穿过密林之后，沿路向着密林边缘追佩奇。不料2头佩奇发现我之后，态度猖狂，竟迟疑了一下才开跑。老八赶紧喊道：兵哥，放狗，来福到位了。紧接着2辆车一起放狗，一瞬间狗子们争先恐后下车，机油手紧跟其后，而我继续沿着梯田追击佩奇。谁知追了一会儿，佩奇就靠在梯田坎子上不动。我心说，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不一会儿狗子们很快到来，但是坎子太高，他们上不来，只能焦急地寻找路径。今天带了大夯，这家伙性子急，坎子上不来，急得嗷嗷叫，跟要死了一样。然而诱怪腿长体重轻，一下就跳上了坎子，跟我一起看住佩奇。这时候兵哥终于赶到，他找了个坎子比较矮的地方，连拉带推把狗子们送了上来。很快狗子们赶到围住了佩奇，但都比较谨慎，通过不断变化位置来回拉扯恐吓佩奇。老八见此情况，都准备开始庆祝了，没想到变故突生。只见拉拉从狗群中钻过，上去一口就挂住了佩奇的耳朵，而且这一口挂得非常死。佩奇吃疼，猛地一摆头，打得拉拉前腿离地。紧接着佩奇爆发一波全力逃跑，然而其他狗子追到坎子边上，却因为高度太高而不敢往下跳。当摔在地上之后，拉拉迅速松开了口，不料刚站起来，佩奇就朝他冲了过来，头一低，嘴巴一挑，拉拉猝不及防，被佩奇巨大的力量挑飞。而且佩奇已经上头，
也不逃跑，就带着拉拉攻击。老八看着干着急没办法，只能焦急喊道：“打狗了，打狗了，被揍惨了！”但是其他狗子下不去，我能啊！就在拉拉遭受第二次攻击的时候，我从坎子上跳下，紧接着几步跑过去，照着佩奇的荔枝狠狠就是一口。佩奇惨叫一声，放弃攻击拉拉，扭头来攻击我。我本想跟着佩奇转圈，保证自己不被攻击，没想到佩奇一用力，竟把自己的荔枝扯了下来，直接疼得在原地不敢动弹。此时老八也下降无人机，打开灯光，看清是拉拉后，连忙拿着对讲机喊道：“兵哥快点，拉拉受伤漏机油了，伤得不轻。”同时也有胆子大的狗子冒险跳了下来，但重托不够，还是不敢上去挂口。这时兵哥赶到，从坎子上滑了下来，然后手里拿着短刀，扔掉刀鞘就奔着佩奇而去。我一脸懵逼，这是要干啥？拿着短刀单挑佩奇吗？不过我一看兵哥发狠了，还是急忙上去咬住佩奇的一只耳朵。现在我脖子下方就是佩奇的大獠牙，而且我又没穿护甲，非常危险。下一秒，兵哥从背后靠近佩奇，直接骑在了佩奇身上，然后一手抓着佩奇鬃毛，另一只手拿着刀，速度飞快地捅进佩奇肋下。佩奇惨叫着摆头攻击兵哥，却被我撤住。来福，松口！这时兵哥拍了我脑袋一下，自己也从佩奇身上跳下。由于经过兵哥手里放机油的佩奇不下千头，所以他的手法极其精准，基本上都是一刀直达心脏，连带肺部一起捅穿。只要他下过刀的佩奇，跑也跑不了多远。果然我松口后，佩奇跑了10几米就倒在了地上。兵哥先看了一眼我身上没有任何血迹，然后才跑去看拉拉。随后我也过去了，毕竟拉拉是很乖很安静的小狗，我也挺喜欢的。兵哥检查了一下后，长舒一口气。拉拉肚子被挑开了，但是肠子没掉出来，有救，有救。紧接着就把拉拉按倒在地上，拿出缝合器，按着伤口像订书器一样临时缝合伤口。但是拉拉很乖，缝合时候一点也不挣扎。就这时，王队长等人也赶了过来，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帮忙。来福真勇敢，要不是他跳下来救队友，拉拉可能就被打死了。观众们也对我高度肯定。来福不仅聪明，也很善良，他最后上去挂口，也是在保护基友手。但此时兵哥担心拉拉的伤势，于是赶紧向直播间观众告别。兄弟们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现在拉拉必须带回去，赶快治疗。说罢，两个人用衣服抬着拉拉放到汽车后座上，我把座位让给拉拉，而我就坐在地板上。狩猎真危险。拉拉虽然穿着护甲，但护甲却是半截的，根本保护不了腹部。然而拉拉今天也是倒霉，佩奇的獠牙挑的正是最薄弱的腹部。不过我见他气息平稳，应该没有太大的事情。不一会儿回到家里后，众人连忙将拉拉抬下来治疗。首先重新缝合伤口，然后打上消炎针，只要不感染就没问题。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心疼，随即去给他拿了一根肉肠，谁知拉拉根本不吃。此时兵哥摸着我的脑袋说道：“你们看，来福聪明的很，感觉这狗都成精了，不仅会心疼拉拉，并且挂佩奇还能看出公母。没獠牙的佩奇他随便挂，但是有獠牙的公猪他一般不挂，所以今天是怕我有危险才上去挂的。”我抬头看了看，心说你明白就好。不过你也是挺虎的，竟然在没有狗子控制佩奇的时候，你就敢上去放机油。我吃饱了之后就在拉拉身边陪着，如果有情况我会去叫人。早上醒来，拉拉还是那样不吃不喝也不动。于是我找来一个狗盆，又拿来一袋牛奶舀破，然后把牛奶推到拉拉跟前。牛奶肉肠在狗的嗅觉里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香气，但拉拉只是勉强抬头喝了2口，看来它需要休养很久。就在这时，老八喊道：“兵哥，私信快炸了，粉丝都在问拉拉的情况，要不你开个直播回复一下。”下一秒，兵哥拿过手机一看，好家伙，几百条私信，而且点开头像基本都是女的。他啥时候有过这待遇啊？毕竟之前几10条私信都算多的。行，我解释一下。于是连忙把我拉回来，开启了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诚心护农的基友手，昨天拿牙签扎佩奇那个就是我。由于看很多粉丝都在问受伤的狗子怎么样了，我在此统一回复一下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伤势已经处理好了，并且再养一段时间就可以生龙活虎。直播间粉丝听到这儿心里都松了一口气，谁知这边直播还没完事儿，那边王队长他们就要走，于是连忙从屋里出来相送。王队长过来摸摸我的脑袋道：“还要不要媳妇儿了？等过几天给你送来。”我冲他翻白眼，张口骂他250。王队长哈哈大笑。待他们走了之后，兵哥又把狗场恢复原样。就在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老八突然告诉兵哥，明天狗场要来大哥。第二天果然迎来了一位客人，只见这人上来就握手拥抱，老八有些腼腆，喊了句：“东哥。”谁知东哥却说：“一会儿再说话，我先稀罕稀罕来福，来福我来了。”紧接着小胖子朝着我冲了上来，然后抱着我的脑袋狠狠亲了一口。
来福啊，你可真招人稀罕！我是你东哥，认识一下。既然这么喜欢我，那就给你点面子。随即我露出舌头，给个笑脸，伸手握手。好宝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和玩的，还有狗窝浴盆、吹风机，一大堆东西。接着跟我亲近了好一阵子后，东哥又去看了拉拉，最后才去跟老爸他俩说话。八哥、兵哥，有什么活需要我干的？干啥干？你是客人，能让你干嘛？你是在宾馆住还是住狗场？当然是住狗场。他虽然是来玩的，但是是长期的玩。随后老爸道：那就跟我住义乌吧。到了傍晚，兵哥给狗子们做饭，东哥在一旁帮忙。由于今天东哥来了，所以大家都改善伙食，直接牛肉切成碎块，跟玉米面一起煮。不过狗子们哪里吃过牛肉，于是这一顿饭吃的是狼吞虎咽，不仅因为争抢位置，相互之间无无恐吓，甚至白漂亮还和一条半大的狗子打了起来。最后由我出面镇压。吃完饭后，接着东哥拿出一个大盆子，然后接了一些温水喊我洗澡。我一想有人伺候洗澡当然好，于是我老老实实坐在盆子里，看着我仰着狗头享受的样子，兵哥不禁感叹：你说这是啥人养的狗啊？都被伺候惯了。按说这种串子没人会喜欢到这种程度。不过东哥却有不同意见。怎么不会？来福这么聪明，谁会不喜欢？给我洗完澡后，东哥又去打扫狗场，他还真不嫌脏，为了留下干活很勤快。但老八还是认为他是来玩的，因此找了个地方打算带他玩一场，想让他感受一下翻山越岭拖猪是什么感觉，这样他就能知难而退。然而听说要上山，东哥兴奋极了。我要跟兵哥当基友手。可老八却说道：我们这里沟沟坎坎的路很难走，而且晚上看不清，你先跟着拖猪适应一下。不一会儿，兵哥跟老八就去睡觉去了。不料东哥精神亢奋的睡不着，竟拿着各种零食喂我和拉拉。直到傍晚，就在皮卡车开过来的这一刻，突然所有狗子都从笼子里站起来了，大夯更是急得呜呜直叫。只因看到皮卡车，他们就知道要上山抓住，于是都表现得很兴奋。然而在带定位器穿护甲时，其他狗子们兴奋得蹦蹦跳跳，可我却扭头躲开。兵哥紧张地看着我：不想带，你可别跑了啊！你要是跑了，我得哭死。我知道给我带定位器不是怕我跑丢了找不着家，而是怕我再跑到山上当野狗不回来。但是我不带，他也没办法，毕竟强抓是抓不住的。出发时，东哥抢着要开车当司机，不愧是玩越野，开车就是跑，竟然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半个小时。接着老爸打了个电话，附近村里出来几个人，给提供了佩奇大概方位信息。随后村民握着老爸的手：佩奇狂得很，进村偷吃牲口食料，万一让老人小孩碰上了太危险，你们一定要帮帮忙，把他们都打掉。老爸见状答应下来：好吗？一定多打几个。说罢就启动无人机朝着固定的方向飞，很快就在村庄外的树林里找到了佩奇。好家伙，一大群呢！紧接着东哥按照老爸指的路线开车靠近树林，但是这片树林很大也比较茂盛，于是还是决定先放我去把佩奇赶出林子。下车的时候，兵哥拍拍我的脑袋：林子密，注意安全。接着我不紧不慢地进入树林，很快就找到了佩奇们经常走的路径。这些路径上的灌木都被佩奇踩断，我开口吼叫恐吓佩奇。佩奇听见动静，不紧不慢地开始转移。大家看，现在出场的是我们战队的头号猎犬来福。由于来福是体型很大的猎犬，因此在密林里非常难走。但是看看来福是怎么操作的。这时就在村庄附近的村民也来看热闹。另一边我不断变换方位驱赶佩奇，尽量让佩奇沿着一条直线走，这样总能走出密林。然而佩奇种群一大，尤其是再有大公猪，那么自信心就会膨胀，导致对于我的驱赶并不显得惊慌。虽然观众们从直播间看到我忙来忙去的不明所以，但是玩猎犬的或者是资深粉丝却爱死了我的操作。就这样赶了半个小时，佩奇终于走出密林。不过这地方密林大大小小好几片，还是非常容易再进入密林。于是兵哥大声一喊：放狗！很快狗子们全部朝着佩奇方位冲去。几分钟过后，啸天第一个冲入密林，看到佩奇的一瞬间，啸天立马叫了起来。众托们听见叫声也找准了方位，全部朝着啸天的方向跑去。不一会，陆陆续续的来了几条头狗，不料佩奇们已经结成阵型，大猪在前，小猪在后。头狗们一时找不到机会下口，诱怪此时一边叫着，一边向佩奇靠近。在靠近到不到2米的时候，佩奇感觉到了危险，突然猛地加速，从阵型里冲出来，撞向诱怪。但诱怪身形比较小，非常灵活，身子一扭躲开佩奇的进攻，带着佩奇就跑。就在佩奇离开阵型时，转眼啸天和疾风直接跟上去试图挂钩，一瞬间3、4个头狗直接圈住这头佩奇。紧接着大家一起下钩，一次就把佩奇挂住。
佩奇发出阵阵哀嚎，拼命挣扎。不过毕竟是头狗，因此咬合力没有重托猛，不一会儿就被佩奇挣脱开。就在这时，我绕到了猪群的身后，本来在想办法冲散佩奇群，谁知看到一头佩奇跑了出来，于是我绕个圈过来，准备拿下这头猪。紧接着我从侧面冲来，一口就挂住了佩奇的耳朵，它嚎叫着摆头攻击我，但是我紧紧靠着它，它怎么都上不到我，并且第一头佩奇已经挣脱控制，跑回了群里，导致4、5条头狗没了目标，纷纷对准我这边的佩奇。一瞬间6、7条头狗把一头佩奇挂得死死的，老爸激动得不行，下货了下货了！兵哥快去放机油，还是来福下货。这时猪群里的大猪们又靠了上来，整个猪群都移动了过来，试图解救同伴。别说这帮玩意儿还挺讲义气，于是我松开口给其他狗子控制，紧接着迅速绕到佩奇群后方。由于后面都是小猪仔，保护优先级比同伴更高，因此我一威胁到小猪仔，大佩奇顿时掉头来保护小佩奇。猪仔受到威胁，大佩奇就不敢去救同伴。就这样，我一个人看住一群佩奇。这时兵哥也穿过密林赶到战场，而且重托还全部跟在他身后。兵哥赶到后二话不说，抽出短刀发起致命攻击。佩奇群距离他不到5米，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同伴惨叫。谁知大夯这个傻乎乎的家伙不去赶猪群，而是跑去挂已经被放血的佩奇。反观摇头王和愣头青赶到战场，竟毫不犹豫地朝着猪群发起攻击。猪群本就已经被同伴的惨叫惊吓到，不敢待在原地，撒腿就跑。虽然摇头王挂住一头，但被佩奇猛地100头甩开。于是众托们跟在佩奇身后追击，兵哥赶紧拍大头狗让他们跟上，而我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？我可比众托快得多，转眼全力加速，没跑出去20米就追上一头，紧接着一口就叼住了佩奇的后腿。他一边惨叫一边扭头攻击我，可我却顺着他转圈的方向跟着转，他根本攻击不到我。下一秒摇头王和愣头青就已经赶到，愣头青挂口动作非常帅气，全速接近佩奇，一口叼上他的耳朵。但是摇头王咬的就没有愣头青准，第一口咬在了佩奇面皮上，缓了一口才咬住耳朵。不一会儿，其他头狗也跟了过来，有的跟着挂口，有的去追猪群。由于猪群又进入了密林之中，导致追进去的狗子一下子乱了套，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。有2个重托也跟了过去，兵哥也很快赶来放机油。猎物倒下那一刻，我心里成就感也拉满，尤其是我挂口之后，其他狗子一拥而上的时候，有一种将军带领士兵冲锋陷阵的感觉。接着一想到这群佩奇把村民祸害得这么惨，必须要多打下几个。于是我跟进去密林之中，这种地形显然是佩奇的主场，速度比狗子快得多。有的佩奇进入密林之后自作聪明，竟然躲了起来，只是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，跑在后面的小滑头直接撞到了藏起来的佩奇面前。小滑头胆子小，根本不敢单独顶佩奇，他就是个头狗学徒。见到佩奇之后，他吓了一跳，扭头就跑。佩奇一看他跑，胆子立马大了起来，竟直接追在小滑头身后。不曾想小滑头身后跟着一只重托，虽然路径狭窄，但小滑头还是硬从重托身边挤了过去，直接把铁牛挤得一个摇晃，并且刚站稳一头佩奇就撞了过来。铁牛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长得真小，还没头狗个头大，但一旦遇到佩奇就特别勇猛，敢向比自己大几倍的佩奇发起冲锋，所以它丝毫没有退缩，竟正面硬刚。佩奇一口就咬在了佩奇的脖颈上，佩奇的冲击力推得铁牛向后退了好几步，然后接连摆头攻击铁牛。小滑头就站在铁牛身后狂叫召唤队友，原本已经跑过的大夯在听到小滑头的叫声后直接扭头回来，从后面堵住了佩奇，看着佩奇不断摇晃的屁股，一口咬在佩奇后腿上。正和铁牛激烈战斗的佩奇猛地发出一阵惨叫，不过他这一迟疑就给了铁牛机会，铁牛终于咬住了佩奇的耳朵，牢牢控制住了佩奇。老八这时也激动地喊道：兵哥，铁牛下货了，被打了好几下，快去看看有没有受伤。收到。兵哥把第3头猪放了机油，扒拉铁牛，看哪里受伤。老八担心地问道：兵哥，铁牛有事吗？没事，都让护甲挡住了，就是脸上让树杈挂了2个小口。没事就好，你左边又下货了。只见几条头狗在密林里又按住一头小佩奇，兵哥一边在黑夜中的密林里穿梭，一边自言自语：今天可有事干了，这狗跑得这么散。不得不说，兵哥胆子真大，大半夜的一个人在野外追逐佩奇。此时我已经返回皮卡边上，老八看佩奇全部跑远了，拿着对讲机说道：兵哥，佩奇都跑远了，收狗吧，没法再继续连战。听到这，兵哥一边喊一边吹口哨召唤狗子，附近的狗子听见声音就回来，兵哥也对着直播间观众招呼道：好了，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的陪伴，咱们下次再见。接着东哥、老八还有村民们都帮着往回拖猪，村民们热情挽留。八队长，太感谢你们了，别回去了，就在村里住下吧，明天请你们吃饭。兵哥却着急道：吃饭的事以后再说吧。
先找狗吧，少了一条狗。少了哪个嘛？雪花不见了，8成是追远了，而且雪花的定位失去信号。吓得老爸赶紧起飞无人机找狗，可是飞没了2块电池都没找到。我见他们迟迟找不到雪花，于是决定自己去找。兵哥看到我跑了，急忙喊道：“来福，你干啥去？”但是我没理他。雪花肯定是最后进密林的时候，追着佩奇出去跟大部队跑散的。我目的性明确地跑回密林之后，挨个脚印分辨是哪条狗的气味。快用无人机跟着来福，雪花丢了，他别再丢了，我过去看看。此时兵哥虽然已经很累，但还是过来追着我。很快无人机飞了过来，就看见我在林子里来回乱转，用鼻子到处嗅。老爸用无人机喊话：“来福，快回来！”我抬头看了一眼没搭理，横向排查一遍，很快找到雪花的足迹。我顺着足迹出了密林。老爸见到我的动作后，用对讲机喊：“兵哥，来福是不是去找雪花？他出了密林往山上去了。”兵哥表示难以置信了：“不能吧？再聪明也不至于会找其他狗吧？”无人机跟随着我很快翻过一座山头，只见我没有任何停留，还开始沿着足迹小跑。老爸一下子着急了：“不行啊，得跟上去！”于是跟村民商量了一下，让更熟悉路的村民带路。老爸开着无人机坐在村民的车里去追我，然后喊话让兵哥先回来，等他回来让东哥开着皮卡带着他过去。而我出了密林后，足迹变得非常清晰，并且沿路留下2道气味线，一条是佩奇，一条就是雪花。谁知连过2个山头仍然没有发现他，这家伙可真执着，自己追出这么远。突然我发现前面脚印有些错乱，甚至还踩倒了很多玉米。显然在这里雪花顶住了佩奇，但是长时间得不到支援，佩奇又跑了，并且我通过足迹分析得知雪花在这里停了一阵，但是找不到回去的方向，于是开始乱跑。老爸看到现场的情况，惊喜道：“我去，来福这狗太聪明了，他就是在找雪花。这一片倒下的玉米肯定是佩奇和雪花采的。”此时我又至少跑出了4-5公里，终于雪花的气味一下子浓烈起来，而雪花也闻到了我的气味，它应该是认识我，竟闻着我的味道后自己跑了过来。不一会儿，前方出现一抹白色的身影，看到我之后十分欢快，蹦蹦跳跳地向我跑来。老爸赶紧告诉兵哥这个好消息：“我去，真是雪花！来福找到了雪花。”雪花见到我之后十分兴奋，靠近我之后又是蹭又是舔毛的，估计他以为我也丢了。我能说什么？人家只是追猪追远了一点，又不是故意不回家。于是抬头冲着头上的无人机叫了几声，希望老爸能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可不想在原路返回。老爸试探着往回开无人机，想着看能不能把2个狗引回来。无人机一动，我就跟着往回走。雪花好不容易看到同伴，自然也要紧紧跟随。就这样，2条狗跟着无人机翻山越岭，又跑了1公里才回到汽车跟前。兵哥兴奋地摸着我的脑袋：“来福牛不仅知道狗少了，还会找狗。”夸完我后，转头又去骂雪花：“你这笨蛋，追不上还往死追，追不上就回来呗。”可雪花听不懂兵哥的话，只是很兴奋地把尾巴摇得欢快。我知道兵哥他们这些年丢的狗不止1条，被佩奇打死没办法，但是狗丢了是真不甘心，找又找不回来，还杳无音讯，只能心里期盼着某一天会自己回来。这一通折腾下来，天都亮了，一行人只好跟着村民来到村里。好多村民听说护农队来给出海，都来看热闹，甚至还有村民特地找了个封闭比较好的院子放狗下来，还要给喂狗。但是老爸怕他们太破费没让喂，只给弄了点水喝。而我就和别的狗不一样，我可以直接跟着进屋。只见村民们一边吃饭一边对着我一顿夸：“我昨天看了全程，这狗太牛了，又是赶猪又是挂口的，最后还把丢的狗找回来。要不说人家是专业的，这训出来的狗就是厉害。”兵哥见自己还能被夸，在一边一脸得意，而我就叼着盆子在屋里转悠。请客的村民见我叼着饭盆，于是大手一挥，给了我2根羊排骨。热热闹闹吃完饭后，一行人回到狗场，甚至都顾不上洗漱，直接连人带狗倒头就睡。谁知刚睡没多久，突然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声音。兵哥起来开门出来一看，是附近另一支护农队的。前队一进院子连忙道：“来福在哪儿？我来看来福的。”没办法，我只能出来见客。谁叫自己在护农队出名了？这几天内，陆陆续续附近的护农队都来参观我，并且几乎个个都提出借种，但是全部被兵哥拒绝。兵哥现在知道我肯定是看不上那些狗。前队见兵哥拒绝后也不生气，直接提出要带狗来一起玩。来吧，一起玩才热闹。送走前队后，我去看了看拉拉。此时拉拉精神已经好了很多，见到我后会摇尾巴，于是我拿牛奶和肉肠给拉拉吃。拉拉食量比昨天好了一点，但还是瘦了很多。兵哥说狗受伤了都会瘦，但不要紧，好了很快就能胖回来。就在这时，东哥突然进屋喊人：“兵哥，你来看看哮天汉山，他们笼子下面不太对劲。”兵哥知道8成是病了，于是急忙过去，而我也跟了过去。不料进入围栏一看，
只见笼子下方有一条明显的褐色尿液。兵哥连忙打开笼子，扒开哮天汗衫的腮皮，看牙龈。是哮天病了，昨天还好好的。接着，兵哥赶紧拿出手机打视频，视频接通后，兵哥急忙道：“老李，你看看哮天是不是得了焦虫病？”然后镜头照到地上的尿液，又给老李看了下牙龈颜色。作为养狗经验丰富的老玩家，老李来了个远程诊断：这不是焦虫病，这是血虫病，比焦虫要危险得多。从这个牙龈看，哮天是贫血了。你量一下体温，如果发烧，基本能确诊血虫病。兵哥赶紧去找体温计量体温，几分钟后一看真发烧，确诊了就是血虫病。兵哥赶忙问：这病不传染吧？狗之间不传染，它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的。咬了哮天的铁虫虱子，再咬其他狗也会传染。这就别在你们那边治了，你们那边没有好医院。赶快给我发来！兵哥挂了视频，急忙把老爸叫回来。老爸看后立马说道：那就连汗衫一起发过去。说完就去找笼子和联系车。接着兵哥把其他狗子都看了一遍，还好别的狗暂时没有症状。而我听说能通过蚊虫叮咬传播，吓得赶紧离哮天远一点。我不是嫌弃你啊，只是我不想生病，毕竟动物生病不同于人，双方无法直接沟通。也就是说，动物得病比人危险。不一会儿，老爸联系到了能托运宠物的车，但是要明天才发车。兵哥担心的给老李打电话：老李，加急快运也要3天才能到，哮天在路上，没事吧？这样你去买2样药，先给哮天打一针，再给狗场别的狗做一下体外驱虫。旁边是不是来福？我看来福也不太对，你发来我看看。滚蛋！一天天的没个正形，来福好好的，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。接着老李隔空指导老爸和兵哥出去买药，等兵哥和老爸买药回来，给哮天打针，给狗子驱虫。做完这些已经到了半夜，3个人连晚饭都没吃，大半夜聚在一起吃泡面，我看他们太可怜了，把自己吃的贡献出来。东哥笑道：你看看这狗谁能不喜欢？看出我们吃的太差，还舍得把吃的拿给我们。老爸看着我道：是啊，对待来福不能当一条狗看，要当小孩子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爸给大汗衫喂了些水和一点狗粮，装进笼子封箱拉走，并且老爸回来的时候还把我的护甲带了回来。这套护甲是前几天定做的，高强度防穿刺材料，迷彩配色，量身定做。来福来，试试护甲。老爸和兵哥帮助我穿戴上护甲，穿上后我进屋照了下镜子，别说还真有点帅气威武。本来佩奇想伤到我就很难，现在就更难了。挂口的时候更加安全。到了晚上喂狗的时候，兵哥先打开笼子，谁知狗子们出来之后就急得直往兵哥身上扑，一袋鸡全部倒在地上。紧接着狗子们全都是上去开抢，有的狗抢到了鸡，怕别的狗抢，都是钻笼子或者狗窝里去吃，包括大夯、愣头青这类的重托。虽然一般不敢抢他们的鸡，但他们也不愿意被打扰进食。而第二袋鸡扔出来后，还有狗子在原地吃鸡，直接引起一些争抢。只见大毛、小滑头和大黄3条狗抢一只鸡，谁也不松口，直接把一只鸡撕碎。而此时先抢到的重托吃完了鸡，又出来抢别人的。就比如大夯吃完了鸡，出来溜达一圈，一看小滑头还没吃完，就跑到小滑头跟前，呲牙哼哼。小滑头胆小大夯，一哼哼他就放弃吃了一半的鸡，一脸委屈的走到一边。嘿，我都没有仗势欺人，你敢玩这套？我立即从狗窝上跳下，跑到大夯跟前也呲牙哼哼。谁知大夯脾气也挺暴躁，竟放下鸡跟我哼哼。这我能惯着你吗？这个狗场的狗王必须是我。下一秒，我张口就叼住了大夯的脖颈。不过狗皮子松只咬到一层皮，然而大夯也不服输，竟一边愤怒的哼哼，一边扭头咬我。不过他被控制了脖颈，连咬几下都没咬到我。我怕他咬到自己的前腿，于是主动松开了口。谁知大夯挣脱了控制，竟猛地一个扑咬奔着我来，而我前腿一摆，给他来了个抱摔。大夯被我摔得4脚朝上，我一口就咬住了他的脖颈。兵哥吓了一跳，他可真怕我把大夯咬死。撒开！我赶紧松口跑，大夯也夹着尾巴跑，而兵哥也没有追着打。来福和大夯咋还打起来了？大夯抢小滑头的鸡，来福不让。来福这是要当狗王啊！由于野外的犬科动物都是有首领的，首领带领捕猎和抵御外敌，同时负责划分内部等级，决定由谁先进食。而且野外种群没有首领的允许，即便是再饿，也只能看着首领吃。但首领是靠血腥的厮杀上位的，因此这个过程肯定要死几个竞争者。但是狩猎队可承受不起这个伤亡，所以靠着人类压制，并没有首领产生。但我不一样，兵哥觉得我可以做这个首领。首先我够聪明能当好，第二我的实力跟别的狗差距太悬殊，很快就能制服其他狗子。想到这，兵哥招呼道：“来福，过来！”我可不怕他，于是毫不在意的就跑过去。去之前还把小滑头被抢的鸡还给了他。
来福，你要当狗王可以，可别把其他狗咬死。我点点头，跳出围栏，叼了2个鸡蛋回来，却发现大夯已经进笼子里趴着，略显委屈的样子。我进了笼子，把2个鸡蛋放到大夯跟前，他根本不管刚才我把他揍了，张口就把鸡蛋吞了下去，生怕我再抢回去。这要是别的记仇的狗，非得跟我干几次才能服气。这时老八正计划着今晚去哪儿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领导，我在家。真的假的？我可不行，我紧张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一定准备。需要我上的时候绝对不掉链子。东哥、斌哥，快过来！刚才电话说县里来了记者，专门来采访咱们列队的，说不一定到哪一支列队，但都要做准备。记者采访还能来采访咱们，那这不是要上电视了吗？这可得买套好点的衣服，不然咱这埋埋汰汰的咋上电视啊？斌哥，你先别激动，人家只是可能来，那就得按照要来准备。3人在一起讨论了半天，当天晚上消息再次传来，记者明天就要过来，明天晚上进行一次采访行动。真来啊！我的天，谁想过这辈子还能上一回电视？别紧张，人家做节目是能剪辑的，说错话他们会剪掉的。主要是人家来了能不能下货？能，肯定能。以前不保准，但现在有来福在，肯定能下货，是不是来福？然而我却故意逗斌哥，不是，你摇头啥意思啊？你可别掉链子。我笑得张口开叫。好家伙，反了你了，敢骂我？斌哥扑上来掐我脖子，一人一狗一阵打闹。老八跟着笑了笑，紧张情绪缓解了不少，众人带着忐忑的心情入睡。然而第二天从早上就开始等，一直到下午才有消息要过来。不一会儿，一共4辆汽车开进山谷，3人等在门口迎接。巴队长，这位是农业频道的陈记者，这位是诚心护农队的巴队长。巴队长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们好。老八勉强挤出不自然的笑，给紧张的都忘了介绍斌哥，还是人家记者主动问他，叫我小兵就行。这是我们团队的司机东哥。两位好。斌哥，给咱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护农狩猎的流程。咱们主要是听村民们的线报，哪里出了佩奇祸害庄稼就去哪里。到了地方，先用无人机热成像寻找佩奇，然后开车靠近把猎犬放下。猎犬抓住了佩奇之后，人再过去给佩奇最后一击。巴队长，能带我们认识一下狗子们吗？斌哥，你给记者介绍一下狗。然后斌哥领着陈记者进入围栏。陈记者早就看到了我那么大体格子特别显眼，于是好奇地问：外面那条大狗不是猎犬吗？那个最后再介绍。最后再介绍。那这条狗一定很特殊，这狗都很精神啊。它们都是什么品种？诱怪是比特和格力串，铁蛋是莱卡和马犬串。怎么都是串啊？纯种的不好用吗？这个不一定，只是我们不爱用纯种的。斌哥，这回该介绍这条狗了吧？这是咱们的头号大将来福。看出来了，它的体型也是最大的。它的厉害不在于体型大小，来福最厉害的是它的脑子。这狗聪明的吓人，打猎的时候既能当头狗，又能当重托。它发现猎物之后还会前行靠近。宠物狗会的它也会，猎犬会的它更会。真的假的？来福，来个谢谢。我当然不会掉链子，坐立起来拜谢，各种指令毫不犹豫的执行，并且还会高难度的倒立。是挺聪明，但很多宠物狗都会这些指令，晚上看你表现啊。走吧，咱们早点去吧。行，那就出发。皮卡车开到围栏门口，狗子们一看皮卡车过来就开始兴奋的叫，大夯更是急出了驴叫。算上我一共装了19条狗，几乎是全员出动。由于今天有记者采访，就不开直播。到了地方，汽车停好，老八把无人机拿出来起飞，无人机嗡的一声起飞，摄像机想跟一下都没跟上。这就是佩奇吗？有10几头的样子。斌哥，10几头佩奇，300米左右的位置，放狗。今天地形非常友好，附近都是平缓山坡，这次不用我先去看住佩奇，接着斌哥找准方向，东哥打开车厢放狗，一瞬间，狗子们争先恐后下车，而我已经跑了出去。毕竟这片地形真是太友好。我今天还穿上了新定做的护甲，但是身上穿着护甲也并不影响我奔跑。其他狗子一下车，看到我和斌哥的位置，迅速跟了过来。大夯这家伙也不是每次下车都驴叫，今天就挺安静的。无人机画面显示，狗群拉成一条直线，正在加速冲刺中。我一马当先，难怪说来福是头号战将，穿着护甲的重托竟然跑得这么快。其实诱怪和铁蛋以及疾风的速度都很快，但他们没看到佩奇没有全速奔跑，而我则是全速冲刺，所以我一马当先，定位精准，不到2分钟就接近了佩奇。在距离不到50米处，佩奇突然感觉到危险，全都聚集在了一起。这群佩奇信心十足，听见动静竟是先凑到一起防御。我到场后，佩奇们也没逃跑，但是面对冲来的狗群，也没有一个敢出来迎战的。而我今天穿着护甲，信心暴涨，并且我是有策略的，因此我没有丝毫减速，直接冲向外围的一头佩奇，张嘴就是一口。但是我这一口只是咬了一下就松口，因为我知道其他佩奇为了解救同伴会来攻击我。果不其然，边上一头佩奇猛地朝我冲了上来，
正好我也已经减速转向，扭头就跑。于是这一头佩奇脱离阵型出来追击我，也就追了不到10米，其他狗子全部赶到。佩奇一看这么大一群狗，掉头就跑，我也迅速转身，回头一个加速冲到佩奇身后，张口就朝着佩奇的后腿就是一口。挂口了，来福牛啊！他把佩奇引出来一个。我牢牢挂住佩奇一条后腿，疼得佩奇一阵惨叫，呼唤同伴救援。不过这时候其他狗也已经赶到，看到我挂口上来就咬。一瞬间，疾风最先挂住了一只耳朵，大梨子在重托里最先赶到，直接挂住了另一只耳朵，而其他狗子一拥而上，四处挂口。本来还有新救援的猪群，看到这么多猎犬，心里胆怯之下转身就跑。诱怪、大帅、白雪等头狗直接就去追佩奇。兵哥，下货了，快去放机油！这么快就抓住了一头佩奇，用时不超过3分钟。这群猎犬真的很勇猛，不行，我得去现场看看。兵哥，快点拆狗，今天能多下几个。此时头狗追得很近，突然有头佩奇感觉到身后的威胁，竟回头来攻击诱怪。不过他这一停下就被队友甩开，于是大帅和诱怪一起顶住了这头佩奇。雪花、大毛和白雪还在追猪群。今天兵哥来得很快，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兵哥怕弄伤猪血，拿的是长矛。长矛一下子就插进佩奇肋下。就在其他重头挂住佩奇的时候，我早已经松口去追下一头。然而追了不到100米，就看到了诱怪和大帅顶住的那头佩奇。这头猪不到200斤，这我能惯着你吗？下一秒，我像一阵风一样从诱怪和大帅之间穿过。我觉得愣头青飞伸过耳的动作非常帅气，于是刻意模仿，猛冲上去挂住耳朵，直接靠撞击佩奇让自己停下。我超过100斤，冲击力很大，一头撞上去差点把他撞翻，锋利的犬齿一口咬穿了他的耳朵。佩奇一阵惨叫，挣扎着要站起来，吓得诱怪没敢挂口，但是大帅却从身后咬住了佩奇后腿。兵哥又下货了，还是来福挂的口。谁知这头小佩奇不服我，站稳身体之后猛地摆头攻击，短短的獠牙撞在护甲上，可是除了疼一下没什么感觉。接着他牵扯着我转圈，试图拉开空间，我就跟着他转圈，并且大帅还在身后猛扯后腿。其他重头赶来，我立即松口赶往下一处战场。白雪已经在前面开叫了，应该是又顶住一头。第二头的时候，记者和摄像一起跟了过来，完整的拍到了放机油的过程。这些猎犬效率真高啊，主要是来福厉害。刚开始佩奇都成群结阵了，本来佩奇结阵不好破，谁知来福一下就破开了，甚至下货的这2头都是来福挂的口，难怪能成为头牌战将，又是头狗又是重托。另一边我已经跑到第3头佩奇的位置，一看是一头110斤的小猪，白雪和雪花2个都能顶得死死的。于是我直接越过这里，继续追击逃窜的佩奇。再往前，佩奇已经跑远跑散，三三两两的逃向各个方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仔细分辨气味信息，然后配合地面脚印追踪。不一会儿，我就跟上了3头佩奇，接着沿着佩奇踩出的足迹和留下的气味线展开追击。如果是平时接连下货，已经可以收工了。今天有记者在，我必须好好表现一下。而我身后被白雪和雪花看住的佩奇也已经被拿下。兵哥知道这一波狩猎基本结束，毕竟佩奇已经跑远，但在收狗时却没看到我。来福去哪儿了？来福又追出去了，这次追得远，佩奇都跑出去2公里。好，这就往过带。这都连下3头了，还在追啊！狗和佩奇耐力都好，追几公里是常事。那咱们怎么过去？没路，只能走过去。说完，兵哥就带着狗子们去追我。我此时在黑夜中奔驰，在翻过一座山头后，终于看到了佩奇的位置。他们已经停在一处山坡上。为了不惊扰佩奇，我跑到佩奇所在的山坡下，接着开始减速前行，加绕路渡劫，几十米之外绕过佩奇，突然出现在3头佩奇的后方。我知道兵哥应该在来的路上，因此我没有直接出现在佩奇眼前，而是藏在草丛里休息。佩奇们被惊吓之后，猪群散了，此时正在迷茫地停在山坡上，也不进食也不移动，只是警惕着四周。等了大概20分钟，兵哥那边诱怪和疾风突然感知到佩奇的气味，一下子冲了出去。重托嗅觉差很多，但头狗一动，他们就跟着跑。兵哥问道：拿到位置了，狗出去了。老爸，来福那边怎么样？此时他已经甩开了记者。老爸回道：来福在佩奇后头休息。来福真聪明，这是知道我们到的，慢先休息一会儿。诱怪他们刚接近，佩奇就发现他们踪迹，然后扭头就跑，谁知正好撞到我面前。这次我选择正面硬刚。老爸激动地喊着：佩奇跟来福正面相遇了。来福没有躲，直接挂口。是的，面对3头佩奇正面冲击，我迎面而上，挑中一头上去挂口，一口就咬在了耳朵上，直接挂得死死的。佩奇连续摆头攻击我，全都被护甲抗下。由于双方站在倾斜度很大的山坡上，这一挣扎没站稳，一猪一狗一起往下滑，而我借着力道转到下方，这样靠着自身重力向下拉。佩奇想要挣脱更加困难。另外2头佩奇迟疑了一下，想救同伴，但很快做出决定，转身向山上跑去。就这还不一定能跑掉，不到1分钟，诱怪就已经赶到，绕了个圈子去咬佩奇屁股。重头队伍很快也赶到战场，
随即一拥而上固定佩奇。我大概算了下时间，才2-3分钟的时间而已，还能追上。于是我立刻松口，再次展开追击。这时佩奇已经翻过山头，我感知一下气味，再看一下地形，没有直接翻山，而是从山坡上跑绕过山头。这样路程虽然远点，但更节省体力。绕过山头之后，我开始全力加速。没想到剩下这2头佩奇已经彻底惊倒，身后没有狗追着，也在全速狂奔。于是我决定放弃这2头佩奇，毕竟再追下去将是一次长距离的追逐战。我倒是能追得上，但兵哥可就遭殃了，得再跑好几公里。况且佩奇有的是，没必要费太大力气。今晚的战绩已经足够令人惊叹，老爸都担心兵哥的体力。来福又出去了，还要追吗？无人机跟着我绕过山头之后，看到我停了下来，老爸赞叹：来福真聪明，这个决定太对了。佩奇跑远了，没必要再费力气。当我慢悠悠返回的时候，只见一群狗子还在围着佩奇撕咬。这时兵哥还没有赶到，大毛是个学徒，抓到了佩奇，特别兴奋。佩奇身边已经没了位置，他就这里咬一口，那里咬一口的凑热闹。兵哥放了机油就停吧，今天就这样，猪都跑远了。收到。兵哥拿着长矛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过来，找了个缝隙给佩奇放血。来福，兵哥喘着粗气摆手招呼我：好狗好狗，都是好样的，今天长脸了。兵哥拍打重托，叫他们松口。陈记者和摄像师虽然走得很难很累，但仍然坚持跟了过来。来福真厉害，跟你道歉，一开始小看你了。陈记者问兵哥：这几头猪都是来福第一个下口的吧？第3头不是，第3头猪小。小来福一看那大小就不管了，又来追这头。今天的狩猎就结束了吧？是的，结束了。猎犬们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的？都没事。今天这群猪都不是太大，也没遇上獠牙长的公猪。这边拖猪装狗，那边收设备忙活完，开回家天都要亮了。刚到家，陈记者道：巴队长，感谢你们的配合，今天的拍摄到此结束，节目预计在3天内播出，到时候我通知你们。谢谢你们，也忙了一晚上，回去休息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。老爸难得利索了一句：不了，谢谢巴队长的好意，我们下午就往回赶了。拍摄团队尤其是摄像和助理累坏了，急着回去休息，很快就走。人家走了之后，兵哥乐得一拍巴掌：要上电视了。接着抄起手机就打电话：老李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哥们儿，我要上电视了。老李有些发懵：你疯了？才几点就给我打电话？你知道昨晚我们干啥了吗？记者来采访我们，昨晚上抓住他们一直跟拍。老李不信：你是兵哥吧？受啥刺激了？咋还说胡话？爱信不信，等看电视吧。兵哥咔把电话挂了，老李一脸懵逼，再打回去，已经在通话中。老爸也很激动，甚至是紧张。被兵哥这一闹，倒是忘了紧张。回去睡觉。陈记者问兵哥：这几头猪都是来福第一个下口的吧？第3头不是，第3头猪小。小来福一看那大小就不管了，又来追这头。今天的狩猎就结束了吧？是的，结束了。猎犬们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的？都没事。今天这群猪都不是太大，也没遇上獠牙长的公猪。这边拖猪装狗，那边收设备忙活完，开回家天都要亮了。刚到家，陈记者道：巴队长，感谢你们的配合，今天的拍摄到此结束，节目预计在3天内播出，到时候我通知你们。谢谢你们，也忙了一晚上，回去休息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。老爸难得利索了一句：不了，谢谢巴队长的好意，我们下午就往回赶了。拍摄团队尤其是摄像和助理累坏了，急着回去休息，很快就走。人家走了之后，兵哥乐得一拍巴掌：要上电视了。接着抄起手机就打电话：老李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哥们儿，我要上电视了。老李有些发懵：你疯了？才几点就给我打电话？你知道昨晚我们干啥了吗？记者来采访我们，昨晚上抓住他们一直跟拍。老李不信：你是兵哥吧？受啥刺激了？咋还说胡话？爱信不信，等看电视吧。兵哥咔把电话挂了，老李一脸懵逼，再打回去，已经在通话中。老爸也很激动，甚至是紧张。被兵哥这一闹，倒是忘了紧张。回去睡觉。这边正在睡觉，那边一辆车开到了狗场。这地方很少来人，怎么大晚上的还来车？小爸，找你帮忙来了。我出去一看，下来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。老爸急忙道：叔，你说啥事能帮的，一定帮。这是他老家村里的村长。村长道：咱村老魏家孩子丢了，你不是有无人机晚上能看到人吗？你给在村子附近找一找。行，我这就去拿飞机。老爸二话不说答应下来，进屋去拿无人机。找人？
这活我在行啊！老八刚开车门，我就跳上了车，从主驾驶过去坐副驾驶。老八喊道：“来福，不上山你去干啥？下来！”说完，老八自己也想起来，来福连狗丢了都能找回来，人丢了应该也能找。于是老八又拿了一个定位项圈给我带上。那就一起去。老八开车跟着村长走了，因为着急找人车开得很快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村里。一下车，老八道：“叔，先去老魏家看看。”到了丢孩子的人家，家里就剩一个眼睛哭得红肿的老太太看家，其他人都上山去找孩子，并且村里很多人也出去帮忙找。大娘急忙道：“小八你也来帮忙啊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”没事，大娘，都是一个村的帮忙是应该的。你先拿一件孩子穿过的衣服出来。哎，这就拿。大娘也不管要衣服干啥，急忙去拿。老八把衣服递给我：“来福，记着这个味道。”我点点头表示已经记住。走吧，咱们找个高点的山，山上信号好。不一会儿，汽车开出村庄，找到附近最高的山头，两人一狗爬上山头。老八刚放飞无人机，就看到好几个人类散发的热源，那是上山帮忙找孩子的村民。我站在山顶，深吸一口气，没发现孩子的味道，看看附近地形，又感觉一下风向，然后我独自下了山坡，接着来到山坡下一条道路对面的山头。村长急忙道：“小八，你的狗跑了。”“没事，他是出去找孩子了。”“是吗？听说警犬能找人，你这狗也能吗？”“不知道，试试看看。”此时我移动一次之后没发现气味，然后开始绕着村庄搜寻。但是今晚风有些大，如果不是处在孩子的下风口，要距离很近才能发现。绕着村庄跑了一圈，我开始扩大搜索范围。我就像一台雷达，嗅觉探索范围可以覆盖周围1-2公里，只要孩子还在村庄附近，我就能找到。最终在距离村庄西北2公里的位置，我终于发现了孩子的气味。我叫了2声提醒老八，定位项圈有声音探测功能，带着项圈的狗开叫了，主机那边会有显示。果然老八看到了主机上的提示，开叫了，有情况。随即急忙控制无人机来找我，而我小步慢跑，等着无人机跟上来。村长急忙道：“找到孩子了。”“不确定，开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今天风大，无人机有些摇晃，电量消耗也有些快。虽然快没电了，但老八还是坚持找孩子要紧。我抬头看到了无人机的灯光，这回我也确定了孩子的位置，朝着一个方向奔跑。不一会跑到一片山谷之中的密林里，谁知那里有条佩奇踩出来的路径，沿着路径向内，孩子就在这片密林之中。无人机视角高，先看到一处光点，但他不敢确定是佩奇还是孩子，急忙飞过去下降无人机高度，接着打开灯光观察。下一秒，老爸激动道：“找到了，是孩子！”“找到了，太好了！”村长一看无人机画面，确实是一个孩子趴在密林里，于是赶紧打电话叫人。幸好那片密林在一处农田下方，有小路能开车过去。接着两人赶紧下山开车，而且听见消息的村民也全都往那里赶。我进入密林后，看到孩子趴在地上，呼吸没问题，就是睡着了。然后再仔细一看，却发现孩子腿上挂着一个钢丝套索。好家伙，不知道谁下的套索，竟然把一个10来岁的孩子套住了。由于这是一个弹簧钢丝套，一旦套上很难打开，而且孩子小没力气打开，并且孩子的小腿已经被勒得青紫，擦掉一层皮，估计他是哭累了睡着了。幸亏附近没有佩奇，不然他就很危险。然后我守在孩子身旁，没叫醒他，怕把他吓到。老爸和村长最先开车赶到，找到我和孩子后，村长一声喊惊醒了孩子，孩子醒来后哇哇开哭。老爸赶紧打开套索，接着摸摸我的脑袋。来福真厉害，真能当警犬用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老爸觉得来福跟着我们抓佩奇，是不是有点埋没狗才了？不超过10分钟，闹哄哄的过来一大群人。只见一个女人把孩子接过去，又是哭又是拍打，怪孩子不懂事。村长知道他也是担心，先别说这个，孩子腿都青了，先去医院看看，别落下毛病。孩子父亲匆匆感谢了老爸一下，然后带着孩子就去医院。接着村民们围着我议论纷纷，是这狗找到的，一条狗比咱们几十人都好使，大佩奇的狗也能找人，都比得上警犬了。我昂首挺胸，非常自豪。散了吧，都快回家睡觉吧。村长代为感谢老爸一通，老爸就带着我开车回家。这一觉睡到快中午，3个人才起来研究今晚去哪儿糊弄。由于最近粉丝热情很高，因此今天必须出动直播一场。到了晚上，皮卡开车装狗出发，来到目的地后先打开直播间，老八调试无人机，连上直播间画面，斌哥在一旁说话：“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大哥和小姐姐们，今天出来直播糊弄了。
很快无人机起飞，老八沉默着找佩奇，观众们问东问西，兵哥偶尔答复一句。今天找猪过程有些坎坷，多次转移位置飞，没电3块电池才发现第一头佩奇。老八道：密林里好大一个家伙！我伸头过去看，果然在山谷密林里发现好大一头佩奇。这个佩奇的热成像光点，格外的亮。兵哥快起来，来货了！来货了！兵哥连忙从后座爬起来，东哥也从后车过来。老八道：是个大毒弓，最少300斤往上，在密林里放狗有些危险。兵哥十分坚定，不同意放狗。不能放，这地形狗躲不开，放下去肯定伤狗。来福能不能把猪赶出去？不行，来福体型大，本来在密林里就不灵活，他进去更躲不开。兵哥更怕我出事，可我却是信心十足，扭头用爪子扒拉车门自己下车。这能出啥事儿？你看我表演就完了。兵哥急忙下车要拉我。来福，你干啥去？我抖抖毛发向着佩奇位置跑去。兵哥见此有些着急。老八，来福下去了，放不放狗？谁知老八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毕竟这个地形放下去肯定要伤狗，但不放下去我连个帮手都没有。不过老八还是选择相信我，相信来福嘛，他那么聪明，不会硬来的。兵哥不放心，和东哥一起拿着长矛往密林里走。只是满是荆棘灌木的密林确实不好钻。刚开始我是直线靠近佩奇，谁知大体型的公佩奇信心极强，听见动静也不跑，抬头看着我的方向，非要看看是什么东西。由于佩奇所在的位置荆棘极为密集，于是在距离佩奇还有20-30米时，我停在了一处灌木稀疏的地方，然后开口冲着佩奇叫唤。老八赶紧告诉兵哥，兵哥来福老聪明了，离着佩奇还有20米就停下开声。兵哥已经从直播间看到，这也让他放心了一些。而我此时不仅不靠近，并且已经看好了逃跑路线，距离这么远一点威胁也没有。不过大佩奇也不搭理我，就站在原地。于是我就站在原地，一声接一声叫唤。老八瞬间明白了我的用意。来福这是在骂佩奇，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两军阵前叫骂击对方来进攻一样。我极为坚持，一直骂了有20分钟，观众们就看着直播间，我连续输出了20分钟。这狗不口干嘛？真执着啊！能骂这么久，谁要是骂我20分钟，我肯定受不了。果然大佩奇也受不了了，突然发怒，踩着荆棘冲了过来。在他靠近的时候，我看清了他的身形，这家伙是我见过最大的佩奇，别说300斤了，400斤都不止，不是轻易能拿下的。今天必须好好溜一溜他。于是我扭头就跑，紧接着按着我看好的路径，牵引着大佩奇向密林外围走，追了大概50米左右。他认为已经将我赶走，就停了下来。我确实暂时没有反弹，不料我在看好下次逃跑的路径之后，又返了回来，然后距离佩奇10来米的地方再次开口叫骂。另一边，兵哥手里拎着长矛，站在一棵大树下，准备接应我。兵哥是个谨慎的老猎人，面对这种大公猪，随时做好了上树的准备。这次我又骂了有10分钟，始终吵着不让人休息，谁能不怒？转眼大公猪又愤怒地冲了过来，我再次掉头就跑。谁知这次大公猪是真的怒了，竟追着我不放，直接追着我出了密林。但是从密林出来之后，大公猪觉得有些不安，便停在了原地。但是我又掉头回来，还特地引着佩奇往村民种地走的小路上跑，这里平缓，省得佩奇跳不上坎子放弃追逐。老八见佩奇出来笑道：引出来了，接下来就是来福的表演时间。追了大概200-300米，大佩奇有些气喘，逐渐减速停了下来。既然从密林里出来了，那回不回得去就不是你说了算的。于是我开始绕着佩奇转圈，但是我绕圈，大佩奇也得跟着绕，不然暴露背后。绕了才2圈，大佩奇就又怒了，愤怒的来追我。然后我引着大佩奇往地里跑，因为土质松软的地里体力消耗更快。老八见我跑远，连忙喊道：兵哥回来吧，咱们转移位置，开车过去找来福。渐渐的，大佩奇追击的距离越来越短。虽然庞大的体型带来了强大的力量，但是同时耐力却下降了，都开始张口喘气了。但我才热个身而已。此时大佩奇已经明白追不上我，于是扭头开始远离我。但我怎么可能让他走掉？下一秒从背后快速接近，感觉到威胁，大佩奇又掉头跟我对峙。我又开始转大圈，威胁佩奇背后。大佩奇跟着转了2圈之后，屁股靠上梯田，看着站着不动。不行，现在体力消耗的还是不够。随即我仗着自己穿着护甲能扛住佩奇獠牙，突然猛地从侧面冲了上来，但同时我也做好了转向的准备。老八看到急忙喊：来福，别下口啊！但我只是虚晃一下，吓唬而已，擦着佩奇跑了过去。佩奇以为能攻击到我，竟离开坎子追击我，但是追了10几米没追上就放弃了。连续多次之后，他终于意识到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随即扭头开始逃跑，试图甩开我，但只要跑动起来就会消耗体力。就这样，我在佩奇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，一旦佩奇慢下来，我又上去挑衅，拉拉扯扯了3个小时，竟让佩奇跑了快有10公里。直播间有些观众都开始喊可以放狗了。来福太牛了！兵哥问道：老八，放狗不？不放，再等一等，看看来福能把猪溜到什么程度。经过长达
4个小时的拉锯，佩奇心态彻底崩了，直接趴在地上呼呼的喘。我也在大喘气，不过我的耐力比猪好得多。到了现在这种程度，我张口咬佩奇屁股，他都不回头攻击，只瘫在地上张口嚎叫。老八喊道：“来福牛，佩奇都累瘫了，兵哥快放狗！”紧接着，兵哥拿着长毛线走，老八和东哥开门放狗。一开车门，大夯就开始了叫喊。愣头青是狗场著名的尿王，尿多尿频，下车先撒一泡。不过他也是急得不行，竟然还没尿完就开跑，还是诱怪一马当先冲了出去，连跳几个坎子来到佩奇跟前。谁知定睛一看，却傻了眼，这猪也太大了。第二个上来的麦穗也一样傻眼，只敢在佩奇5米之外叫喊。直播间观众见此情况，纷纷刷起弹幕：这猪太大，都趴在地上投狗也不敢挂口。这猪的状态不对，这时候都不起来反抗，估计是让来福溜的内脏累坏了。随即弹幕一片：来福牛，不过也确实牛，不仅一条狗单独缠斗400家大公猪，甚至把猪溜得瘫在地上。兵哥和老八也很激动，毕竟拿下这种大家伙够吹好久，要是没有我，想拿这种大家伙，除非拿狗命换，不死个2、3条好狗根本拿不下。但是有我在，竟可以无伤拿下。老八激情呐喊：来福牛，来福立大功了，无伤拿下400家大炮，感谢我李哥的嘉年华，感谢思念老妹的大导弹。大家放心，来福不是夹鸡腿那么简单的，每天吃的都是营养餐，吃的比我都好。这时另外几个头狗和快帮上来之后都不敢挂口，并且第一个到达的重托黄标他也没敢挂口。这么大的体型，即便是重托也要仔细衡量一下。然后以勇猛无畏著称的愣头青上来，先是围着佩奇转了一圈，思考一下哪个位置适合挂口。我转到大佩奇身前，大佩奇看到这么多狗过来还挣扎了一下，不过没起来。我一看他这个状态，上去就挂住了鼻子，这个位置獠牙打不到，并且还能靠着我上百斤的体重压制他，防止他摆头攻击。我挂口后，愣头青第一跟随，一口挂住一只耳朵，摇头王挂住了另一只，名字不是白叫的。摇头王挂住之后，扯着佩奇耳朵一顿摇晃，这时候其他狗才一拥而上，10几条狗挂在大佩奇身上，大佩奇只有嚎叫的力气。紧接着兵哥很快赶到，二话不说下刀放血。老八，这猪老大了，身子比人都长啊，绝对有400多斤。兵哥赶紧掏出手机录视频到处发，看看我来福无伤，拿下400家大炮。拿下400家大炮，很多护农队都干过，老八和兵哥之前也干过，但无伤拿下任何人都不可能。佩奇被放了血，终于结束痛苦。我松开嘴巴，舌头吐出来张嘴，快速喘气，跟大佩奇纠缠好几个小时。我跑的路程比大佩奇多得多，10几公里肯定是有了。兵哥见此，赶紧拿出牛奶喂给我。好饱，好饱，真牛啊，一下都没被猪打到。喂完牛奶后，正好东哥也过来参观大佩奇，兵哥把手机递给东哥，自己骑在大佩奇身上照相，两手还扯着佩奇耳朵。这么大的猪，咱往回拖嘛？老八非常凡尔赛地说。不过3个人拖400多斤佩奇确实很困难。好了，各位大哥小姐姐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。一晚上打这么大一头猪就值了。关了直播，老八3步并作2步也跑了过来。第一件事儿也是先拍照，随后3个人费了9牛2虎的力气才拉到车边上，把狗子们塞进车里，直接回家。回到家里，兵哥先给狗子们喂食，老八和东哥把车斗打开，又是钳子又是锤子，在那儿拔佩奇牙。好家伙，那大牙拔出来有15公分长，跟个小匕首一样。喂完了狗，3人也不睡觉，就在那儿欣赏大佩奇。我也不放过这个机会，跳到佩奇身上昂首挺胸的拍照，这都是给以后的粉丝们用来发的作品啊。终于拍够了照片，又费了好大力气抬到车上。东哥跟着一起去叫猪，兵哥就坐在屋外四处发照片炫耀。昨天直播我看了，这猪跟你们没关系，就是来福自己打下来的，就是放机油那玩意儿长手就能放，我要是有来福，我也能打400家大炮。兵哥在群里收获了一堆酸言酸语，逗得他嘎嘎乐。不一会儿，老八和东哥回来，兵哥迫不及待地上去问多少斤。436斤，哈哈，来福你太厉害了。兵哥转头揪着我的耳朵，把脸贴到我跟前，又激动了一会儿。几人终于困得不行，去睡觉了。我昨晚也跑累了，睡得很踏实。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、3点钟，今晚肯定是不能再出战。兵哥让我休息一下，别说睡醒之后我真有点不舒服，左前脚掌落地时有些刺痛，抬起脚掌一看，肉垫倒是没破，好像是扎了一根刺。于是我3条腿蹦跳的来到围栏前去找兵哥。兵哥此时在围栏里拿水管冲地面，开始没看到我。等我开口叫了2声，兵哥回头一看，我跳了2下。呀，来福咋瘸了？接着兵哥赶紧扔了水管，出来拿起我脚掌细看，扎刺了。兵哥找镊子给我把刺拔出来，又找药水消毒。扎刺是小事，别说我了，就是兵哥也有被扎的时候，每天在密林里钻，脸上更是常年不断伤，甚至有一次从坎子上摔下去，养了2个月。这不行啊，跑了10几公里就扎脚了，得穿鞋啊。想到这，我跑过去把2条前腿插到兵哥的一双鞋里。兵哥一下子就看明白了，要穿鞋，你能习惯吗？我点点头，怎么不习惯？穿的久了就习惯了。你真聪明，知道扎脚了要穿
穿鞋。老八哪有能做针线活的？来福要穿鞋啊？穿鞋？老八看看时间，摸摸我的头道：“走，现在就去。”定做完鞋子已经是傍晚了，老八顺便买了晚饭回去。兵哥兴高采烈道：“老八来消息了，明天咱们的节目就播。”是吗？这么快吗？吃完饭，兵哥就开始鼓捣手机。全国这么多护农队，谁上电视了？上的还是新闻。在刀猎群、直播间大哥群和粉丝群里，分别宣布了要上电视的这个好消息。都别忘了看啊！这可是我和老八第一次上电视啊！咱家狗子那天表现老好了，尤其是来福下货，4头不仅有3头是他第一个挂口的，甚至最后一个追出去2公里。兵哥一宣布完，粉丝群里都炸了，一个姓陈的小姐姐直接刷屏：“真的假的？这么说，咱家汪汪们都上电视了？我刚粉上就来了个这么激动人心的消息，兵哥、老八还有来福，你们真是太让人惊喜！”更离谱的是，第二天这位姓陈的小姐姐就跑到了小超市打听网，一下子就打听到了狗场的地址。就在上午10点多钟，3人还没睡醒时，突然一辆汽车就开了过来，汽车停下狼串子，领着几个小狗好奇的围观。柳妍妍一时间没敢下车，打开车窗喊：“兵哥，老八！”我醒得早，第一个开门出来。柳妍妍看到我开门出来，兴奋地朝我挥手：“是来福，来福！”我一愣，怎么还来了一个美女？老八也听见动静出来，柳妍妍当然能认出她来，连忙挥手道：“八哥，我是你们的粉丝，我来看你们。”老八扯扯嘴角：“这还有粉丝上门？怎么找来的？”不好意思，八哥，打扰了你们，我给你们发私信，你们没回，我就自己找来了。来就来嘛，没啥打扰的，你下来吧，他们都不咬人。好，那我就下来。来了个美女粉丝，老八不知道说啥好。这时幸好兵哥出来了，柳妍妍开心地笑道：“兵哥好，我跟你们是一个地方的，看昨天发的视频，那个小超市我去过，就跟他打听过来的，打扰你们了。”老八和兵哥啥性格，他都知道。兵哥豪爽道：“打扰啥？谁来都欢迎。”兵哥，来福不咬人吧？放心吧，就咱家这些狗，我咬人他们都不能咬人。话音刚落，柳妍妍直接朝我扑了过来。来福，我来啦！接着一手托着我的下巴，一手抚摸我的脑壳，我很配合，任由抚摸。柳妍妍一边摸一边细看我，她真的很喜欢狗。来福，要知道你离这么近，早都来看你了，我给你买了好多零食。柳妍妍跑到车里搬来一个箱子，里面全是宠物店买的宠物零食。柳妍妍问道：“兵哥，来福能吃这些东西吧？”兵哥也没扫人家的兴：“没事儿，你喂吧，不爱吃的他自己就不吃。”兵哥、八哥，你们忙去吧，我自己跟来福玩就行。没事儿，我们也没事。和我玩了一会儿后，柳妍妍就走了。走之前还说下次再来看我。等他走后，3人进屋打开手机看视频，之前录的节目开播。一位女主持人道：“来看下一条消息，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的恢复，野生动物逐渐增多，带来生物多样性，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。请看本台记者在前方发回的报道。”虽然新闻上的镜头很少，加一起都不足1分钟，老八和兵哥露脸更是只有10几秒，但这已经让2人很满足。我也有出镜，但只是热成像中一个奔跑的镜头。不过详细的视频在短视频账号上有10几分钟，于是节目播完又赶紧看短视频账号上的内容，这里就详细的多，不仅有战前采访，还有下货过程，更是有我的特写介绍。兵哥看完赶紧转发到群里，还号召大家评论点赞。来福牛啊，来福都上新闻了，下货4头，挂口3头。兵哥四处发语音炫耀，我也跟着蹭手机看，粉丝们的评论至少有一半在讨论我。看到这，老八举起酒杯，来走一个。这一高兴酒量就大，3人一狗都喝高了。我先在椅子上坐不住，我不信邪的从椅子上下来，不料这一走，竟让2条前腿差点劈叉，走起来摇摇晃晃的，引得3人哈哈大笑，玩闹一场，3人彻底喝懵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3人对视一眼，老八和兵哥都有些尴尬。东哥，再别买酒了，这喝酒真耽误事。这时裁缝店铺来电话说鞋子做好了，老八立马去取了回来。来福，来试试鞋子。接着老八一只一只的给我穿鞋，穿好鞋子，老八道：“跑2圈。”我直接来个弹射起步，在门前这条土路上带起来一阵烟尘，伴着一路黄沙，我又跑了回来。老八检查一下鞋子有没有松动。来福这鞋子行吗？我点点头，有了鞋子穿，就不怕扎脚，也不怕磨破肉垫了。昨天狂欢了一场，今天回归现实生活，还得继续护农工作。有村民打电话说，村庄附近有一群佩奇，虽然白天来地里祸害庄稼被赶走，但晚上又回来继续祸害。村民们晚上用自家的看家狗驱赶，狗还被猪咬伤了。这群佩奇非常猖狂，已经跟村民斗了好几天，还是村官跟上面反映才找到老八电话。这时兵哥兴奋劲还没过去，猖狂，我看看他有没有我狂。浑身干劲要单挑佩奇。老八笑道：“那你就把长短刀磨得锋利一点吧。”兵哥问我：“来福，脚还疼不疼了？能不能上山？”我点点头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傍晚狗穿上护甲装出发，
出勤率高的狗子都带着。好在今天路程不远，只跑了1个多小时。老八先跟本地村民了解了佩奇的具体方位，这些佩奇专门就祸害村里最好的那一片地。村民出了一辆车带路，老八跟着开进田间小路，刚起飞无人机，就发现了在地里大吃大嚼的佩奇一家子。一看这一家子，兵哥和老八就乐了。这一家子都不大，都不超过200斤，还是在平地上，这不是随意拿捏吗？就是佩奇数量有些多，粗略一数，大大小小有30多头。打开直播间，观众瞬间涌入。大家晚上好，今晚出来护农来了。昨天的新闻视频看了吗？都去点赞评论一波，给咱们涨涨人气。再把直播间推荐一下。跟直播间讨论了一会儿，老八道：兵哥，准备放狗。我用前爪推兵哥示意穿鞋，鞋子穿早了，我怕脚臭。上车时候没让穿，东哥跃跃欲试道：兵哥，今天地形好，我给你当机油手吧，我也试试放机油。行，但是你能下得去手吗？你怕是鸡都没杀过。这有啥下不去手的？一个毁坏庄稼的祸害，你看我肯定利索的放机油。地形不好的时候，他跟不上兵哥，怕当累赘。实际上他早想放机油，我穿完鞋子就下了车。不过这次我没先过去，这些猪不大，地形也好，完全没难度啊。老八一喊：东哥，放狗！东哥立马打开后车厢，狗子们争先恐后下车。兵哥往前带几步，头狗就拿到骚了。头狗集团撒腿狂奔，重托努力跟住。佩奇们并没有第一时间逃跑，看到狗群奔来，原地聚拢在一起，大猪在前，小猪在后。这是我见到的最大一群佩奇，大中小加一起有30多头。幸好里面没有大公猪，公猪多数时候只在繁殖季节进入猪群，那时候公猪护群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只要打猎就大概率为公猪。现在不到繁殖季节，公猪不在群里，母猪小猪可尽欺负。我今天有些偷懒，因为别的狗也需要锻炼积累经验，不然活都我干了，不利于队伍的整体提升。所以今天我是来控场的，有危险情况我再出手。头狗赶到围着猪群一阵叫唤，很快重托也赶到，但猪群聚成一团无处下口，还是头狗精明。麦穗一边吠叫一边靠近佩奇，距离越来越近时，佩奇感觉到威胁，突然其中一头冲了出来，麦穗转身就跑，但脚下被土豆秧苗绊了一下，佩奇一下撞到了麦穗身上，直接把麦穗撞翻。快帮大黄看到机会直接上去挂口，铁牛也准备上去挂口，谁知大黄刚挂上，就有另一头佩奇冲出来解救，吓得大黄赶忙松口，然后这头猪就跑回了群里。10几条狗不可能聚在一起，于是绵绵也跟麦穗一样操作，不断靠近威胁佩奇，吸引佩奇出来，几乎跟麦穗是一样的，但不一样的是绵绵躲开了，并且还回头挂口。边上的黄彪和大帅、白雪等几条狗一拥而上，毫不费力就挂住了这头佩奇。但是至少3、4头佩奇一起冲出来解救同伴，竟把几条狗直接撞开。老八见状喊道：猪太多了，场面有点乱，兵哥快去支援！10几条狗和30多头佩奇的一场混战场面，牢牢吸引住观众。佩奇们团结一心，相互救助，一时间还真打不破他们的阵型。今天来福怎么了？怎么没出手？作为重点关注对象，老八很快就看到了，我在猪群10米之外站着看热闹。是脚还没好，上次来福脚上扎刺了。就在这时，重驼小东北硬从猪群里拉出来一个，只见他挂住了一头佩奇的鼻子，并且不断发力往后拖。愣头青、干大哥2个重托，还有疾风、大毛都在。佩奇一看这几个穿护甲的就不好惹，于是没敢冲出来救援，就那么看着小东北一点点把同伴拉出去。紧接着干大哥挂住了佩奇耳朵，和小东北一起拉，逐渐拉出2、3米的距离。最后大家一拥而上挂住了这头猪。不过佩奇们还是想救同伴，转眼3、4头佩奇跟了过来，我怕佩奇冲出来重托吃亏，随即从侧面靠了过去，冲着佩奇哼哼威胁。佩奇见我那么大一坨，被我一威胁有了退缩的意思。另外的狗子看这边挂住一个，都朝着这边聚拢过来。这下这头猪他们算是救不回去了。下货了，兄弟姐妹们，下货了，兵哥也到了。这时兵哥和东哥赶到了战场，兵哥灯光一扫，发现一大群猪都没有太大的，这时候不大显身手，更待何时？于是兵哥迅速把长毛保护套拔掉，找到合适距离，2手紧紧抓着长毛。东哥，你跟我后边小心点。东哥看兵哥不去放机油，反倒朝着大群佩奇走去，惊讶道：兵哥，你要干啥？今天表演一个单挑佩奇。几年的护农生涯中，兵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胆量。他曾经多次在重托还没有彻底控制佩奇的情况下，上去强行放机油，但他不是鲁莽，而是经过判断做出的决定。今天这种情况，不多扎几头猪我都手痒。兵哥小心啊，你老是过去放机油得了。兵哥扫视一圈，看清形势之后，紧握长矛朝着我这边靠了过来。老八很快看出兵哥的目的。兵哥要干什么？
要单挑佩奇吗？佩奇只顾着跟我对峙，根本没发现兵哥已经距离他不到2米。下一秒，兵哥紧握长矛，照着他胸腹位置就捅了过去，一声锋利的矛头穿过肋骨的缝隙，插入佩奇身体。佩奇惨叫一声，撒腿就跑。兵哥看也没看，收回长矛，照着第2头佩奇就捅，又是扑哧一声穿过胸腹。这头佩奇跑都没跑，应声而倒，躺在地上4条腿乱蹬。这一下直接扎中了要害。老爸激情地喊道：“兵哥牛，兵哥单拖了！”我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还没拖住你就敢上？两脚兽恐怖如斯。母猪就是胆子小，攻击性弱，见到同伴接连倒下，其他佩奇直接慌了，有的不敢在原地停留拔腿逃跑，但有的还在迟疑。一头佩奇在逃跑过程中经过兵哥身边，突然兵哥一矛刺出正中腹部，佩奇惨叫着跑出10几米摔倒。兵哥此时接连得手，肾上腺素飙升，兴奋得直发颤，这绝对是他护农以来最为精彩的一场战斗。忽然又一头佩奇经过，兵哥一矛刺中，可这头佩奇极为灵活，猛地一个跳跃躲了过去，但他刚落地，兵哥又是一矛刺，扑哧一声，佩奇应声倒地。兵哥牛，第4头了！直播间弹幕也是一片兵哥牛。不过这还没完，就在一头佩奇逃跑路过我身旁时，我紧追2步上去就挂住一条后腿，接着兵哥大步赶来，一矛刺出，又是一头佩奇毙命。兵哥回头兴奋的大笑，东哥在一边大喊：“兵哥牛！”兵哥洋洋得意：“一般，小意思。”手持长矛连扎4头佩奇，确实值得得意。此时还有一头猪被重托按着，来，东哥试试放机油。然后兵哥开始指导东哥放机油，从这位置斜着插进去，整准了连心带肺一块刺穿，多大的猪也是一刀解决。没想到东哥真就不怕这个，一刀就捅了进去，还晃悠了2下。兵哥满意的点赞，好样的。随即2人拍打重托开始拆狗，前面还有好多猪跑了，并且头狗已经去追，肯定还要下货。前面头狗已经开叫，重托拆开之后就出去打连战去。无人机视角里只剩下2个人和一地还没凉的佩奇。我去，兵哥，今天封神名场面，1分钟单挑4头佩奇啊！狗子们跟着猪群跑散，有的还在追，有的已经顶住了佩奇，甚至有的已经下口开挂。但兵哥没有立即追过去，而是停在原地欣赏了一下战场。不得不说，兵哥下手很准，被他扎过的猪最多只跑出10来米，战场很集中。老八对讲机喊道：“兵哥，前面拖住了，继续放机油。”收到。兵哥带着一身杀气冲了过去。此时我也没闲着，我自己又单拖了一头佩奇，从战场散开就开始了乱战。我拖一头，大帅和大毛顶住一头，重托和铁蛋配合挂住一头，前面白雪又追出去很远。这一晚上乱战，陆陆续续下货13头佩奇，别管猪大小头数在这里摆着，大大小小13头，创下了2人护农以来的记录。一晚上下货最多的一次，兵哥单挑4头，我单拖3头。村民们帮忙把13头佩奇拖到一起，在小路上一字排开，几10个人过来看热闹，咔咔一顿拍照。猪太多了，实在是拉不回去，幸好热心的村民出了一台拖拉机帮着拉回去。头一天上电视，第2天打出自己人生高光时刻，兵哥兴奋得不得了，到处跟人炫耀。兵哥一矛刺中，可这头佩奇极为灵活，猛地一个跳跃躲了过去，但他刚落地，兵哥又是一矛刺，扑哧一声，佩奇应声倒地。兵哥牛，第4头了！直播间弹幕也是一片兵哥牛。不过这还没完，就在一头佩奇逃跑路过我身旁时，我紧追2步上去就挂住一条后腿，接着兵哥大步赶来，一矛刺出，又是一头佩奇毙命。兵哥回头兴奋的大笑，东哥在一边大喊：“兵哥牛！”兵哥洋洋得意：“一般，小意思。”手持长矛连扎4头佩奇，确实值得得意。此时还有一头猪被重托按着，来，东哥试试放机油。然后兵哥开始指导东哥放机油，从这位置斜着插进去，整准了连心带肺一块刺穿，多大的猪也是一刀解决。没想到东哥真就不怕这个，一刀就捅了进去，还晃悠了2下。兵哥满意的点赞：“好样的。”随即2人拍打重托开始拆狗，前面还有好多猪跑了，并且头狗已经去追，肯定还要下货。前面头狗已经开叫，重托拆开之后就出去打连战去。无人机视角里只剩下2个人和一地还没凉的佩奇。我去，兵哥，今天封神名场面，1分钟单挑4头佩奇啊！狗子们跟着猪群跑散，有的还在追，有的已经顶住了佩奇，甚至有的已经下口开挂。但兵哥没有立即追过去，而是停在原地欣赏了一下战场。不得不说，兵哥下手很准，被他扎过的猪最多只跑出10来米，战场很集中。老八对讲机喊道：“兵哥，前面拖住了，继续放机油。”收到。
兵哥带着一身杀气冲了过去。此时我也没闲着，我自己又单拖了一头佩奇，从战场散开就开始了乱战。我拖一头，大帅和大毛顶住一头，重拖和铁蛋配合挂住一头，前面白雪又追出去很远。这一晚上乱战陆陆续续下获13头佩奇，别管猪大小头数在这里摆着，大大小小13头，创下了2人互农以来的记录。一晚上下获最多的一次，兵哥单挑4头，我单拖3头。村民们帮忙把13头佩奇拖到一起，在小路上一字排开，几十个人过来看热闹，咔咔一顿拍照。猪太多了，实在是拉不回去，幸好热心的村民出了一台拖拉机帮着拉回去。头一天上电视，第2天打出自己人生高光时刻，兵哥兴奋得不得了，到处跟人炫耀。于是兵哥美美的躺在床上哼着跑调小曲，而我在围栏里跟狗子们玩，因为现在混熟了那些爱玩闹的狗子，已经赶上来跟我玩。有时候我在前面走着，小锤会跑到我后面叼我的腿绵绵，也会张着大嘴往我脑袋上啃。总之我一高兴就会跳出去给他们拿好吃的。这时上次来过的王队长给老八打来电话说，我这有个朋友也是玩网络的，他最近想拍一期狩猎的视频，可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们那儿有来福下货，也容易，能不能帮他拍一期视频，他这边给出费用。老八和兵哥对视一眼，你的朋友就是咱们朋友，还说啥费用啊？你让他过来吧，保证下货。那不行，费用该给就得给。行，你让他过来吧。说是网红兵哥打开抖音一搜索，好家伙，是个钓鱼主播，粉丝数接近1000万，这可真是大网红。当天晚上大网红就到，兵哥和老八上去迎接。小强哥来了，欢迎啊！兵哥、八哥听说要上你这儿来，我看了一路你们的视频，真刺激，我都成了你们的粉丝。来，进屋聊。此时我坐在门口，小强哥进屋时看到我蹲下说道：“这就是来福吧？听说你特别厉害，我特地给你带了礼物，一会儿拿给你。”我点点头，是个有礼貌的家伙。兵哥、八哥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兵哥微笑说道：“没啥麻烦的，我们这也经常来朋友一起玩，前几天还和王队长一起玩了2天。对了，小强哥，你不是玩钓鱼的吗？自从认识了老王，我就经常看狩猎的视频，慢慢的就喜欢上了猎犬狩猎。小强哥，你这视频怎么拍啊？这个先不急，跑了一路都饿了，走，咱们先去吃饭。行，那就吃饭去。吃完饭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，小强哥他们一行人就在城区找个宾馆住下，明早再过来。兵哥感慨道：“还得是人家大网红，2个摄像师，2个助理。”老八也羡慕道：“咱们也该找个专业的摄像师和剪辑师，我自己搞出来的玩意儿，我都不满意。咱哪认识摄像师啊？再说，就咱们这昼夜颠倒的，还得跟着翻山头钻密林的，人家能干嘛？”是啊。第2天一早，小强哥就带人过来了，今天正式开始拍摄流程。兵哥、八哥，公司的策划给了一个拍摄流程，你们看一下。小强哥递过来一个本子，咱哪懂这个？你说咋拍就咋拍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老八接过，看看嘛，学学人家大网红是咋拍的嘛。拍摄流程很简单，先是小强哥跟兵哥学习如何当一个机油手，装狗出发，上山打佩奇，然后总结一下。兵哥，怎么当一个机油手？你得教教我。这玩意儿简单，有手就行。你体力怎么样？我体力行，整天在外面跑。于是兵哥开始教小强哥放机油。这放机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好位置，机油放的好不好不说，但千万别伤到狗。以前圈里有个刚玩的，由于第一次放机油太激动，没看好位置，结果一刀扎狗的身上，然后就再也不玩了。我一阵无语，还能扎狗身上？小强哥连忙道：“那我可得看好了。”于是就在院子旁边的土坡上画了一个红点，用长矛抵住之后，猛地发力，自由你们捅捅。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兵哥点了点头，又拍摄几个小强哥做俯卧撑等体能锻炼的片段。这些内容凑在一起，可能只会留下10几秒，但却实实在在的搞得满头大汗。拍了一上午，兵哥笑道：“来吧，强哥，喝杯茶歇一会儿。”老八感叹：“专业就是专业，不像我搞个视频也磕磕绊绊的。”小强哥觉得人家拿自己当朋友，于是实话实说：“八哥，你们的视频真的有问题，你们应该雇专业的摄像和剪辑师，要不然就是浪费这么好的内容了。”咱也没有这方面的门路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个摄像师跟拍内容，再找个剪辑师。老八问：“咱这条件这么差，能有人愿意来吗？”条件是差点，那就只能工资上找了。老八一口答应。这事儿就麻烦你了，强哥。如果真的能成，就太谢谢你了。不说别的，来福那么精彩的表演就不能在我手里浪费。兵哥和老八很高兴，最近正发愁手里积累了大量素材，搞不出视频来，没想到主动有人上门来帮忙，真是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休息一会儿，小强哥总算有时间看看狗子们。小强哥要喂狗，但被兵哥阻止。上山前都是不喂的，狗见到吃的就使劲吃，吃多了上山跑起来，肠胃会受不了啊！我不懂这个，那就回来再喂吧。临近傍晚，开始给狗子穿戴装备，小强哥也跟着一起帮忙。
不过小强哥和他的摄像师却挤到了后座上。我扭头瞪眼，有些不满。小强哥摸摸我的脑袋，乖呀，别咬我。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他帮忙找摄像和剪辑，有了专业人士，提高视频质量，应该很快就能火。今晚必须要下货。经过1个多小时路程到达目的地，老爸下车放飞机，小强哥也下车跟着看显示器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一处村庄附近。据当地老乡说，有几头佩奇经常在村庄周围出没，不仅祸害庄稼，还危害人的安全。今天我们就和诚心护农团队的八哥和兵哥，还有我们的汪汪队一起收拾这些害人的家伙。小强哥跑到老八边上，和摄像师一左一右包围老八。不料今天不是特别顺利，无人机起飞之后绕着村庄飞了一圈，竟没有发现佩奇。转移地点扩大搜索范围也没找到。从晚上9点多开始，一直找到半夜12点。老八有点纳闷，佩奇到哪儿去了？小强哥一脸苦笑。对于小强哥来说，这一期视频拍的可真不顺利。他急得不睡觉，跟老八一起瞪眼看屏幕。过了半夜凌晨1点，终于在无人机飞过一处山谷的时候，显示出几个发亮光点。小强哥激动道：“是佩奇，是佩奇！”是的，3头佩奇在密林里。密林里？老王说密林危险，容易伤狗啊。没事，咱有来福，能把佩奇赶出去。老爸决定就打这几头佩奇。兵哥醒醒，来货了！老爸把兵哥叫起来，兵哥把我拉过去，3、4个人头和一个狗脑袋挤在一起看显示器。密林边上就是小路，放狗距离很近。还是来福先下去，尽量把佩奇赶出来。兵哥给我穿好鞋子。小强哥笑道：“来福穿护甲还穿鞋子，应该再给戴个面罩，防止树枝刮眼睛。”我从车上下来，不紧不慢地进入密林，寻找灌木稀疏的地方，走100米的距离，很快就到了佩奇附近。小强哥着急道：“兵哥，我们啥时候跟过去？等放大群狗再跟过去。大群狗不到，来福是不会挂口的。”这3头佩奇都不小，凑在一起竟然不怕我直接面对面跟我对峙。但我也不着急，就在密林里绕着佩奇转圈。然而佩奇不肯把后背露给我，也只能跟着转圈。但是只转了2圈，一头佩奇就开始狂躁，突然愤怒地朝着我冲来。我扭头就跑，接着带着佩奇跑了几声。佩奇又要回去找同伴，这次我直接下口，他愤怒掉头跟我对峙。于是我开口叫了起来。我这一开叫，就是给老八和其他狗子发信号。老八喊道：“开叫了！来福顶住了！兵哥放狗！”狗子们在车上就听见我的叫声了，重托毫不犹豫地向着我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。但2条腿哪里跑得过4条腿？狗子们很快就把人超过去了。诱怪最先赶到，和我一起看着佩奇。我见他开声叫唤，我就不叫了。不一会儿，柚离子和小平头也赶到，佩奇被包围在中间，非常惊慌，撒腿就跑。但这只是无用功，没跑出去20米，就又让我逃停。很快重头赶到，只见愣头青迅速从小平头和黑闪电中间穿过，全速冲刺，毫不犹豫的上去就挂。愣头青挂得非常准，口就叼住了佩奇的耳朵。我见佩奇被愣头青控制上去，一口挂住鼻子，有他们俩在，佩奇连摆头都做不到。其他狗子一拥而上，挂得牢牢的。老八喊道：“下货了！兵哥、小强哥，快去放机油！”小强哥奋力钻过密林，进入农田和密林之间的荒地后，又是一阵快速奔跑。小强哥急忙道：“兵哥，我来放机油。”几人来到现场，狗子们已经把佩奇包围了。佩奇发出阵阵哀嚎，一点也动不了。兵哥把短刀递给小强哥，扒了一下灰狼，让他让开位置。兵哥知道，强哥朝这下刀斜着往前刺，用力点。小强哥点点头，毕竟第一次杀佩奇，心里多少有点犹豫。刀剑顶着佩奇皮用力一插，顿时佩奇的惨叫更加剧烈。兵哥喊道：“薅着佩奇鬃毛，用力捅到底，拔刀时候躲着点，小心喷一身血。”小强哥照做，捅到底，迅速拔刀。他身上倒是没弄到血，但边上的灰狼和白雪被喷了不少。小强哥笑道：“这就是放机油吗？”兵哥接过短刀，在白雪身上蹭2下，才收刀入鞘。这时老八的声音传来：“兵哥赶紧拆狗，麦穗和斧头自己拿骚进林子了。”我听到后赶紧松口向林子里跑去。兵哥和小强哥一阵拍打拆狗，一看来了这么多狗，再加上同伴的惨叫，剩下2头佩奇害怕了，撒腿就跑。我刚到林子边，又看到一头佩奇以极快的速度跑了出来，我赶紧加速去追赶，身后是诱怪和雪花。诱怪加速就是快，谁知这头佩奇跑得更快，而且是一开始就全速奔跑。我拿出全力来也追不上，如果是我自己也就放弃了，没必要在一头佩奇身上浪费太多体力，下次遇到再打就完了。但还有诱怪和雪花跟着，诱怪速度快超越我，之后逐渐接近佩奇，但是佩奇穿越密林都不带减速，我也上来了火气。这佩奇怎么这么能跑？就这样一追一逃，很快就跑到1公里以外。我们这边追着佩奇走了，谁知密林里正发生一场大战，麦穗和淘淘、板桥3条狗围住了最后一头佩奇，他们是最先赶到的。这时候其他狗子还围着第1头佩奇，佩奇藏在密林里闪躲空间小，3条狗也算谨慎，一边叫一边靠近恐吓佩奇。不同于我追那头佩奇只知道逃跑，这头佩奇战斗欲望强烈，原地跟猎犬对峙。麦穗一边叫一边靠近，佩奇突然发力向他冲击，麦穗扭身躲避，但边上一棵小树挡了他一下，
随后佩奇冲到麦穗身边，一低头用嘴巴一挑，挑的麦穗飞了起来。落地之后，紧接着又挑了一下，麦穗身下流出血液，他受伤了。可惜无人机还在兵哥他们头顶拍摄，没看到这里。板桥作为刚带的学徒，此时不知所措，只知道狂叫。淘淘绕到佩奇侧面靠近佩奇，佩奇感觉到淘淘的威胁，于是放弃攻击麦穗，扭头朝淘淘冲去。由于淘淘早有准备，躲开了佩奇的攻击，就这样救下了麦穗。麦穗急忙爬起来，向着远处走去，边走身下边滴血，但他也没走多远，还在冲着佩奇叫喊。板桥帮不上忙，只剩淘淘跟佩奇周旋。好在猴狗和帮狗已经陆续赶来，黑闪电和白雪一起过来，3条狗再次包围佩奇。佩奇十分勇猛，一次次发起冲锋，白雪躲闪不及，屁股也被拱了一下，不过并没有受伤。于是白雪夹着尾巴跑到一边，感受一下屁股没有受伤之后，又回去缠斗。这时候老八的无人机开了过来，这头佩奇很猛啊，这是谁受伤了？老八对于自己的狗很熟悉，热成像画面里看不清细节，他也能凭借身形轮廓看出是哪一条狗。老八喊道：“兵哥，小强哥，快带狗过去，麦穗受伤了。”小强哥一听狗受伤了，很是心疼，急忙抢过对讲机问：“伤得严重不严重？”“不知道，林子里看不清，肚子下面漏机油了。”小强哥扭头使劲拍打挣脱：“松口，快点松口！”兵哥道：“强哥，你拆狗，拆不开就找个小棍捅嗓子眼。我先带愣头青、铁牛过去。”佩奇和头狗们缠斗以后，已经到了密林中心。铁牛跑在最前，他体型小，钻进林子比较容易。老八喊道：“小强哥，别拆了，够用了。”小强哥把大夯揪了下来，驱赶着大夯去那边。不料大夯却绕着圈子还要上去咬佩奇，随即小强哥上去扯着大夯的项圈，硬往过拉。你这笨蛋，不是爱咬佩奇吗？前面还有一个等着你去咬，怎么不去啊？把大夯硬拉到密林边缘后，小强哥感叹：这活真不是好干的。另一边已经打起来了，铁牛赶到之后，不管地形怎么样，毫不犹豫的上去挂口。只是挂口的时候，佩奇猛地摆头，一口没挂住耳朵，反倒是被佩奇一口咬住了护甲。佩奇咬着护甲猛烈摆头，铁牛个头小，看着就像被佩奇叼在嘴里甩来甩去。老八看得清楚，这佩奇猛啊，都不跑的就原地打狗。大壮第二个到达，上去掏了佩奇屁股一口。佩奇放下铁牛，原地一个转圈，又去追大壮。铁牛落地之后，甩甩毛发，又冲了上去。愣头青也赶到了，从侧面一口挂住佩奇耳朵。佩奇一发力，就带着愣头青一起跑，然后从2颗狭窄的灌木中间穿。不料愣头青咬着耳朵不松口，硬是跟佩奇一起挤过去，脸上鼻子上刮出好几道伤口。铁牛从后面追上，挂坠到后头，被2大重托挂坠的佩奇仍然奋力挣扎，一摆头撞的愣头青2条前腿都离了地，身后还拖着铁牛。老八也不得不感叹一句：这佩奇真厉害。今晚遇到的这几头佩奇，除了第1头平庸外，剩下2头都是身怀绝技，一个超级能跑，这回已经跑出2公里了；一头化身战斗狂，伤了麦穗，还拖着2个重托要跑。黑闪电从另一边挂口，被佩奇一摆头撞飞。佩奇猛地摆头挣脱了控制，好在有铁牛拖着。愣头青再次挂口成功，黑闪电没挂住，被躲开了。大壮上来挂住了耳朵，这时候头狗才一拥而上，四处挂口，把佩奇咬得嗷嗷叫。兵哥，小强哥，快过去放机油！这佩奇战斗力太强，愣头青挂了好几次才挂住。因为战场不断移动，加上天太黑，老八喊道：兵哥，你先去看看麦穗，他半天没动了。佩奇已经挂牢了，让小强哥去放机油吧。收到。一听还能赶上放机油，小强哥立马加快速度。他已经感受到了狩猎的紧张刺激，穿过密林，终于来到佩奇身旁。小强哥有了经验，这次放机油利索不少。放完机油后，对着镜头说道：兄弟们，成功下获第2头，这头佩奇非常的凶猛，打伤了头狗麦穗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其他狗有没有受伤。小强哥先看愣头青和铁牛。兵哥，我这边完事了，愣头青和1条黑狗有点小伤，麦穗怎么样？小强哥拿对讲机问道。口子不小，有10多公分长，没伤到内脏。好的，我这就过来支援你。小强哥又朝着兵哥那边钻过去，兵哥用衣服包住麦穗的伤口，抱着他往回走。小强哥过来，急忙接过。麦穗伤口不小，流了不少血，但精神还可以，把麦穗抱到车边。小强哥问道：怎么办，兵哥？现在回去给麦穗治伤吗？老八道：不行，现在还走不了。诱怪和来福还在追一头佩奇，无人机画面里看不到，用定位器一看，好家伙，已经跑出去好几公里。兵哥道：麦穗不要紧，这边有缝合器处理一下，不能不管来福他们。虽然小强哥很心疼麦穗，但也只能听兵哥他们安排。兵哥，收狗吧，开车过去。老八和东哥也进了密林，3人一起收狗。重托那边还在撕咬佩奇，经过半个小时才把狗都收回来。一鼠发现少了诱怪雪花和我，此时我还在和佩奇进行长跑比赛。这头佩奇奔跑速度快，身形灵活，诱怪不放弃追逐，我就没法放弃。
并且追的时间长了，放弃我也不甘心。突然佩奇一个转弯，穿过密林，甩掉了诱怪，但诱怪还在直线追逐，天黑看不远，全靠嗅觉作战。佩奇一钻林子转向，诱怪就跟丢了。不过我嗅觉更灵敏，还紧紧跟住佩奇逃跑的路径。我放慢速度叫了2声，诱怪和雪花听见之后立马加速赶来。不知道追过几个山头，我越追火气越大，诱怪好几次丢失骚路，都是我找回来的。终于追到一处大平地山谷，地形好了，诱怪全力加速，逐渐追上佩奇。追到佩奇屁股后，佩奇猛然掉头攻击诱怪，诱怪躲开之后，佩奇口吐白沫，停在原地对峙。跑这么久，无论是佩奇还是狗都累坏了，就这么停下原地，大口喘息，对着喘了足有20分钟。佩奇觉得等下去不是办法，扭头又要跑。我和诱怪全速奔跑，一起追上他，照着他的屁股咬一口，直接把佩奇掏停。他回过头来反击，很快双方再次进入对峙状态。兵哥那边已经把狗装上车，一边开车一边飞无人机。根据定位器的方向，无人机快速飞来，对峙了半个多小时。我听见动静抬头一看，无人机飞了过来，支援来了。这头佩奇跑不掉了。老爸见到我的身影激动道：来福、诱怪、雪花都在，他们3个顶住一头佩奇，这都跑了差不多有6-7公里，这头佩奇真能跑。小强哥凑过来看显示器，表示很惊讶。我的天，能追出这么远？怎么追这么远还不放弃？应该是诱怪和雪花追的。汽车开到只有100多米距离时，老爸喊道：兵哥，放狗！麦穗此时在东哥车上老实的躺着，其他狗子再次冲出车厢，踏上战场。狗子们一下车就找到准确方位，在玉米地里穿梭一阵。这一次淘淘最先赶到，一到战场就冲着佩奇狂叫。佩奇一看来了这么多狗，竟再次起身逃跑，但他哪里跑得过体力充沛的狗？于是没跑出去20米，就被好几条头狗一起逃停。大夯、李子3兄弟、摇头王、愣头青双王、大头，一大帮重驼一起赶到，2只狗都分不到一个。大佩奇被牢牢固定在农田中，兵哥和小强哥跑了过来，紧接着小强哥冲上去，一手抓着佩奇鬃毛，一手下刀放机油。佩奇惨叫2声，很快躺在地上不动，然后小强哥扔了刀子向我走来。好狗，都是好狗。他也没忘记照顾诱怪和雪花。你们3个累坏了，回去我给你们加餐买肉吃。小强哥这一晚上不仅体会到了护农工作的不易，还喜欢上了这些聪明勇敢的猎犬。就在他得意之际，兵哥笑着说道：来吧，强哥，你的护农体验还不完整，让老爸和东哥先回去给麦穗治伤，咱们把这3头佩奇拖回去。没事，你知道我力气不差的。随后兵哥用绳子拴好佩奇，200多斤的佩奇，就他和小强哥拖，助理不帮忙，摄像师还在后面跟拍。刚开始小强哥觉得还行，不曾想刚走出去50米就开始气喘，100米之后拉着绳子的手开始疼，幸好总共也就200米。你们这帮混蛋帮忙拉呀，拍一会儿就行了。小强哥气得要扣助理工资，回到路上又开始装狗，狗子们装上车，又开回去装那2头佩奇。兵哥见此开玩笑道：这我也有的吹了，1000万粉丝的大网红来了咱这儿也得跟着拖佩奇。2人边开车边聊，天亮时候也回到了家。小强哥下车就问：麦穗怎么样了？要不要送宠物医院？老爸回道：问题不大，伤口我已经缝合，呼吸心跳也没问题，也没有内出血，我自己处理一下，打消炎针，养着就好了。没大事就行。小强哥点点头，张大嘴巴打了一个哈欠，然后就先回去睡觉。我下车看了看麦穗，他躺在垫子上老老实实打针。我进围栏溜达一圈，看到愣头青的脸也刮得全是伤口。我走之后，这是打了一场硬仗啊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即便我再厉害，一次也只能对付一头佩奇，保护不了所有狗子。当时我要不跟着追，也不放心诱怪和雪花。给麦穗打完了针，人和狗都睡觉了。这一觉睡到了下午，我抬头看看兵哥，他正坐在床上揉胳膊和手。剧烈运动之后会肌肉酸痛，估计是昨晚拖佩奇累的。毕竟兵哥也40多了。我起身连续伸了几个懒腰，然后从架子上叼下一个不锈钢盆，接着又从牛奶箱子里叼出一袋牛奶放到盆里，叼着盆要走。兵哥在后边笑道：来福真仁义，这是又去看麦穗啊，把麦穗给你当媳妇得了。我扭头冲他翻白眼，没搭理他，开门出去。你等着，一会儿看我怎么折腾你。麦穗在放杂物的房间里养伤，我开门也没惊动他，把牛奶给他挤出来放到他身边，接着用爪子扒拉他一下。麦穗抬头看看我，又看看牛奶，把头缩了回去。我也能感觉到他呼吸平稳，没啥大事，像小乖一样慢慢养着就好。从麦穗房间出来，我转了一圈，见兵哥进了围栏打扫，我可没忘了刚才的事情，于是叼着自己昨晚穿的4只鞋子，接着扒开水缸扔到了水缸里。狗场没有自来水，单独铺设的管道从村里引水，然后用水缸存水。我把鞋子扔水缸里，一缸水废了不要紧，还得刷水缸，这就是我的报复，让兵哥有活干。这时兵哥从围栏里出来，
正要烧点水泡茶，谁知打开水缸一看，里面飘着我的4只鞋子。来福，这些谁扔的？你咋开始祸害人了？我笑嘻嘻的上了后山，就在山顶趴着，看着兵哥把水缸搬到外面去刷。兵哥回头看见我在山顶上趴着，你等着，看你还敢回来！我就回来了，你敢怎么样？然后我颠颠的从后山上下来，来到院子里坐着。我不敢打你，我还不敢祸害你吗？说罢，兵哥扯着我2个大耳朵一阵揉搓，我不甘示弱，张着大嘴啃兵哥脑袋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狗在院子里滚成一团。这就是兵哥和老八不一样的地方。兵哥会跟狗子们玩闹，而老八再喜欢，也就是梳梳毛，喂点好吃的。小强哥睡醒后洗漱一下，就向这边赶来。一辆车开进院子，正看到兵哥在跟我打闹。小强哥下车笑道：“这是人把狗摔倒了，还是狗把人摔倒了？”兵哥笑着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尘土。我跟来福闹着玩，这家伙太有劲了。昨晚大家都很辛苦，今天好好犒劳大家。这太让你破费了。没事，不值多少钱。我先去看看昨天受伤的几个狗。小强哥看到麦穗，来人也不搭理，摸摸他的身体问：“是不是太疼了？”看完麦穗，又去看愣头青。兵哥在一边介绍：“这狗特别猛，咬住就不撒口，牙都掰掉好几个了。这腿也都被佩奇打伤过，走起来左手6右手7的。”小强哥摸着愣头青的毛发，真是条好狗啊！你要是喜欢，就送你了。小强哥倒是喜欢，但不想夺人所好。送我？那你用什么？少了它，你可是少了一大主力啊！再说，我也没地方养猎犬啊。作为猎犬整日跟凶猛的佩奇搏斗，经常受伤，会导致寿命缩短，有时候甚至直接被佩奇打死，尤其是重托。目前狗场年龄最大的狗是黑虎，4岁多一点就已经是一口崩牙的老将。很多猎犬都死在了2、3岁这个年纪，有的甚至是学徒阶段就死了。而且猎犬基本没有老死的，虽然很残酷，但这就是事实。它们长得不漂亮，不会哄人开心，生来就只会战斗。其实就和人类社会一样，有人出生在骡马，有人出生就是牛马。同样是狗，有的做宠物一辈子吃喝不愁，被主人捧在手心里；有的却早早被送上狗肉车；有的一根铁链一辈子看大门，终生只在方寸之地。猎犬虽然寿命短，但它们可以放肆奔跑，可以释放狩猎本性，说不清究竟是哪种生活更好。